小傻子竟敢勾引小郡王，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小郡王经才绝艳，只有宁瑶郡主这样尊贵的女子才能配得上。整天将那张脸捯饬得花花绿绿，跟个跳梁小丑似的，真恶心。永明侯生前战功赫赫，怎么就生了这么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救命！救我！大姐，快拉我上去！快救我！为什么？不是说小郡王要来娶我吗？他怎么还不来？好好的，大姐为什么要将我拽入水中？冰冷的河水仿佛是绕不开的藤蔓，死死地缠着他，将他狠命地向下拉。恍惚间，他仿佛又看到那抹风光霁月的身影。他曾背着受伤的他在大山里走了1天1夜，他曾亲耳听他许诺要娶她。可是为什么一转眼，他便用厌恶的眸子看着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玉之言，原来你也是骗我的。忽然，花锦月仿佛卸掉了全身的力气，任由冰冷的河水卷着他缓缓下沉，绝望地闭上了眼睛。行了，别玩了。花凌雪，将你堂妹拉上来吧。是，郡主。郡主，出大事了！秦王造反，带人杀进来了。您快跟老奴躲躲吧！什么？郡主，等等我呀！此时，平静的湖面忽然探出一只惨白的手。小表贝，你往哪里逃？你堂妹在水里救你呢！哎呀，别使呀！哎呀，别使！哎呀，我，小表贝啊，老娘才刚穿越，哎呀，起来玩一会儿再死呗！花凌雪终于被他暴力唤醒。屎壳郎戴面具，你臭不要脸，连自己亲妹子都敢害！你癞蛤蟆装小青蛙，长得丑玩的滑，你三观没标准，乌鸦的世界，你他娘的最黑！花凌雪的脖子被他给掰断了。你咋这么不抗造嘞？让你平时不健身，净贱骨头！哎呀，使了吧！我这好好的古武特工神偷，竟然穿越成了被人戏弄致死的花痴小傻子，任人欺负的小扒菜。前世他连盗7件珍宝，本以为能卖个好价钱，谁知道两眼一黑，直接运菜穿到古代。哎，我刚好像听人喊造反什么的，不行，此地不宜久留，我得赶紧跑啊！沈余年，你要杀我？这难道就是苍月国的玉面佛了？望度国师沈余年？秦王殿下，你已无路可逃。念在你我相交多年的情分上，我会给你个痛快。沈余年，你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明明是你蛊惑我造反，如今却突然倒戈，与我兵戎相见，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秦王殿下，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本座对苍月国，对陛下一片忠心，怎么会做出如此猪狗不如之事？贪心不足蛇吞象，殿下终究是心急了。哎，这不是传言望度国师与秦王好的那跟穿一条裤衩子似的吗？这咋突然就分道扬镳，反目成仇了吗？沈余年，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沈余年凤眸微挑，嗖的一闪身，一脚踹在了玉修明的脊骨上。
好毒的脚法，这下玉修明可以高位截瘫了。沈玉年，原来你从未真心想要辅佐我，你是故意挑拨我与父皇的关系，将我逼入绝境，踏上谋反之路。沈玉年，你豪狠的心！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了。我诅咒你，千刀万剐，万箭穿心，不得好死！聒噪，想本座死的人多了去了，你算牢记。我操，好狠的男人！就在花锦月刚想撤退的时候，沈余年倏然抬眸，眼底瞬间浮上一抹杀意，一支鎏金莲花飙嗖地射向花锦月。哎呀，佛子，你的花穿透老娘的胸口，在人家心上烫了个爱你的疤。人家这辈子啊，非你不嫁。杀！我操！我玩大了！追不上我！追不上我！追不上我！身后空空，果然被我给甩了。呸！什么狗屁国师啊，不过尔尔嘛。奶奶的，我好像迷路了。他刚要离开，胸前的空间项链突然闪起幽蓝色的光，花锦月顿时兴奋地顿住了脚步。他这空间项链有秀宝的功能，这附近一定有什么了不得宝贝，要不然他不会闪。花锦月职业病又犯了，这不是我前世盗的七宝之一吗？他怎么会在这儿？前世我就是偷了这7件宝物，才会穿越到这个鬼地方。那这么说的话，我是不是集齐了这7件东西，就还有机会回去？突然衣领一紧，我完球了，被妖僧给逮到了。兄弟，我若是说今晚看见的绝对不会外传，您能当我是个屁放了吗？啊？琉璃塔呢？那个，哎呀，吃进肚子里了，怎么办？哼，那就怎么吃的，怎么吐出来。吐出来恐怕不行。要不我明天给你拉出来吧？不用那么麻烦，不如剖开你的肚子，本座亲自看看。花锦月美眸一凛，抬腿便朝着他两腿之间踹去。卑鄙！哎呀，素闻国师大人不近女色，无欲无求，留着他啥用啊？不如让在下帮你彻底断了凡尘诱惑，做个无根之人。妖女胆子不小，交出琉璃塔，否则本座让你有去无回。哎呀，这狗屁国师有两下子，我打不过，又被压在了墙上。哎呦，哎呦，国师大人，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哎呀，你看你，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哈。哼，谁跟你是一家人？哎，此言差矣啊！你看啊，你是妖僧，我呢是妖女，咱俩呀天生一对。言之有理，姑娘佛根极盛，适合渡入空门。听说古有佛主割肉喂鹰，立地成佛的故事，本座瞧着姑娘也可。本座养了一只秃鹫，喜吃生肉，不如本座将你割成一片一片的喂给她如何？万一姑娘立地成佛了，本座倒是愿意
与你天生一对。别！我与佛无缘，配不上国师大人。您不就是想要琉璃塔吗？给您就是了。花锦月忽然将手伸入怀中，下一刻却突然掏出了一条绿色的小蛇。那蛇嗖地下咬住了沈余年的手腕，不等他反应过来，便浑身酥麻，软软的倒在了地上。小绿，好样的！哎呀，什么清冷禁欲佛子啊，还不是任由你姑奶奶宰割？切，想生剖我，想要将我割肉喂鹰，做什么美梦呢？怎么样，动弹不得了吧？你放开本座！你好凶啊！我若是说我就不放呢？你滚吧，就当本座今晚没看到你。你让老娘滚，老娘就滚啊！我偏不呢。2辈子没碰到过男人，眼下这个长成这样，我若不是不占点便宜就走的话，还真是对不起他这张脸。款见窄腰，漂亮的人鱼线，精壮的8块腹肌，我操！放肆！你信不信我还敢更放肆？你刚才摸我腰了，那我得要摸回去啊，要不然多吃亏啊！你敢？闭嘴！你要做什么？花锦月动作毫不迟疑，将沈余年给扒个精光，然后掏出手机拍照留念。多么完美诱人的身材，留着3更半夜我歪歪正合适。那瞧，是不是很好看啊？你说你咋连个女人都没有啊？真是暴殄天物啊！他居然将我此刻的画面瞬间记录，怎么可能？果然是妖女！我要杀了你！沈余年的唇又软又香，感觉微妙极了。王度国师也不过如此嘛，我瞧着你就是鸡穿大褂狗戴帽，衣冠禽兽。哎呀，别着凉了啊，宝贝，咱们后会无期。半个时辰后，掘地3尺，也要将他给本座挖出来。花锦月才刚将自己的衣服换下，月儿，开门！哥哥，你别生气了，月儿知道错了。哥哥没有生气。月儿，都是哥哥没用，不能给你更好的生活。月儿，别急，你再等哥哥1年，好不好？哥哥定会让你得偿所愿。哥哥，月儿不喜欢小郡王了。真的？他不喜欢我，我又何必总是上赶着热脸贴冷屁股？难道我就不配拥有一个真心爱我的男子吗？感觉面前的妹妹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她竟然放弃了喜欢了那么多年的白月光。她怎么会突然想通了？等我哥将来有出息，月儿想要什么样的夫婿没有啊？好啊，哥哥一定努力，让月儿过上好日子。不行，他要让哥哥读书，让他实现抱负，不能再被他连累了。于是花锦月开始从空间里往外掏东西，想找点东西换钱给哥哥教束修，结果掏了半天，差点没哭了。我这个财迷，前几天将我积蓄的所有财宝都换成现金，可是到了古代，那就是废纸。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玩我？哎，要不将他们卖了吧？黑心的主人，亏我刚才救你一命，这是要恩将仇报呀！
敢卖老子试试，脸给你挠花了。还是算了吧，我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哎，家徒四壁，父母双亡，痴傻疯癫的妹，上不起学的哥啊！我要疯了！这种天崩开局到底怎么破呀？谁能来帮我想想办法？在线等，挺急的。天快亮时，雪儿，我的女儿啊，你死得好惨啊！花锦月本来想悄咪咪的过去搞事情。月儿，我刚才听隔壁奴仆说，今晚秦王逼宫，华凌雪被叛军给杀了，你怎么什么都没跟哥哥说呀？哥哥，你担心什么啊？就你妹妹这聪明伶俐，这不是完好无损的回来了吗？那你怎么逃回来的？有没有哪里受伤？哎呀，没有。我本来就觉得宫里没什么意思，想要偷偷溜出去，刚好遇见叛军攻进来，我就躲到了树丛里。等他们走了之后啊，我就溜出来了。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花锦月当然是要去隔壁借点钱花，但是这种事儿怎么能让花星辰知道呢？哎，我听说凌雪堂姐死了，我有些难过，我想要过去看看她。曾经他也觉得他们与隔壁都是一家人，可是如今他再也不是那个懵懂天真的少年。他知道那些豺狼虎豹从未将他和妹妹当作亲人，要不然当年也不会落井下石。也就他这傻妹妹总被花凌雪忽悠。月儿，你听哥的，咱们跟隔壁不是一路人，以后就不要往来了。哎呀，好啦，我知道了啊。哥哥，你先回去吧，我就去看一眼，我看一眼我就回来啊。月儿，院内围了一群人。呀，大伯母，哎，你们这三更半夜的玩什么呢？你还有心思笑？你堂姐都死了，你还笑得出口？我为什么不能笑啊？我是傻子啊，我笑有毛病吗？我的雪儿啊，你就这么走了，让娘怎么活呀？花锦月瞄了一眼他手腕的金镯子，脖子上的银吊坠忽然走了过来。周氏甚至没瞧见面前的残影，脖子上手腕上的东西便没了。大伯母啊，你是不知道，堂姐死得可惨了。月儿看到一个黑衣男子啊，一把扣住表姐的脖子，咔嚓一声就把她脑袋拧了整整一圈。表姐当时满脸血，她舌头伸得老长了，双目瞪得像铜铃那么大。姨妈妈哎，吓死宝宝了。夫人，娘。大伯母这怎么啦？不过是下去陪堂姐了吧？哎，还真是母女情深。小傻子，你给我住口！大伯母，你生气了吗？你别着急，现在去追大伯母和堂姐还赶趟，那不是有个池子吗？你跳下去，快点儿，一会儿他们就走远了，不等你了。放肆！妹妹，刚要挡在花锦月面前，便听啪的一声脆响。所有人都震惊地瞪大了眼睛，他们看到了什么？小傻子他刚才干什么了？他怎么敢？他疯了吗？小傻子他居然敢打花林，那可是他大伯啊，他怎么敢对长辈动手？小杂种，你竟然敢打我！大伯父，不是我打的你！你好大的胆子，竟然对长辈不敬！我今日就要替你父母好好教训你这个小疯子！不是我打的，真不是我！有鬼控制了我的手！
少胡说八道！死手，你别动啊！你快别打我大伯父！你怎么能够如此大逆不道？求求你，你放过我大伯父吧！你别打他！爹，小傻子，你疯了是不是？死腿，别踹啊！那是我777的大头哥，你怎么能踹他呢？你们还愣着做什么？还不按住他！你们想干什么？花星辰还没来得及冲上来，便见自家妹妹忽然一个螳螂腿干倒一大片。别打我大伯父，我求求你了，别打我大伯父，别打！他说我们花家做了孽，要你们全部跪下来赎罪。不知花家得罪了哪路神仙，求大仙饶了我爹吧！我给你磕头了，饶过我们吧！大仙饶命！大仙饶命！本想去阻拦，突然想到他父母去世时，花家人不但没有好好照顾他们兄妹，还抢夺他们的财物，任由他们自生自灭，眼底忽然涌上一抹恨意。看着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花家人，只觉得心里痛快极了。月儿，别打了！哥，吓死人家了！那个可怕的东西终于走了。爹，你没事吧？哥哥，你快带着我走吧，月儿好怕。堂姐就站在大伯父的身边，他吐着舌头，龇牙咧嘴的，哭得好瘆人啊！花林嗷的一声，这回彻底晕了过去。堂姐说她好孤单啊，她说今晚谁在这儿陪她，就证明他们是天下第一好，她就带谁走。余下一群花家人个个神色古怪，听说横死的怨气大，最喜欢找替死鬼。傻子今晚铁定是看到了什么别人看不到的脏东西。花锦月被自家哥哥抱着回了家。月儿，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你告诉哥哥。哥，你别担心，我没事儿。刚才那个鬼啊，是爹。完了，我妹是彻底颠了。爹说隔壁再欺负咱们，就往死了揍，还不用留情面的。哥哥放心，爹说有他保佑，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欺负咱们兄妹啦。月儿放心，哪怕爹娘不在了，哥哥也会保护好你。只要你听哥哥的话，再等等哥哥，你想要的一切，哥哥都会为你抢来。花锦月回到屋中，明日我就将这两个玩意儿卖了换钱。从空间里抓了雪狼出来。哎，小白，你牙口好，给我换个形状。小白翻了个白眼儿，咔嚓咔嚓地咀嚼了起来。片刻后，吐出一个金疙瘩。镯子是空心的，轻了点，不过估计能换个20多两。不过给哥哥交束修倒是够了，明日我就换成碎银子。不是，画像上不侠面具的人不是我还能是谁？我走！狗国师竟然挂我头像悬赏捉拿，怎么办？昨夜我戴着面具的，虽然这画像画得惟妙惟肖，但是我看不见我的五官，我紧张个鬼啊！这么一想，花锦月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大摇大摆地凑上去看热闹。不能心虚，我怕个锤子啊！就凭一个画像就想抓住老娘，做什么美梦呢？画上的小贼昨夜盗取了宫中宝物，若有人能提供线索，赏黄金100两。黄金100两？我去，黄金100两，岂不是等于现代的500万人民币？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竟然这么值钱。报告，他能自己举报自己吗？花锦月甚至在想，他若自投罗网，骗了100两黄金，再来个金蝉脱壳，会不会气死那个狗国师？想想就觉得爽。花锦月差点没笑出了声。
随即想到那狗男人连好兄弟的脑袋都敢砍，瞬间觉得自己这脖子也不太结实了，还是算了，他还是赶紧换银子给哥哥教束修去吧。高兴过头，一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少年。瞎了你的狗眼，敢撞少爷！哎呦，冯少爷咋这么虚呢？风一吹就倒，赖谁啊？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花星辰那个不要脸的花痴傻妹妹呀！瞧瞧你脸上抹那么厚的粉，是为了遮丑吗？那你穿这么厚的裤子是为了护短吗？你个死丫头，胡说八道什么呢？老子是长是短，你见过呀？没见过啊。你看你短就短呗，咋还急眼呢？要不你当众脱了，让大家评判一下。你个不要脸的小傻子，信不信老子？住手！少年一把护住花锦月，也眼睁睁地看着他手中不知弹出什么东西射向冯志文，然后冯志文的裤子忽然唰地落了下来。完犊子了，这个是我哥哥最好的朋友秦州，回头他告诉我哥我扒了冯志文的裤衩子，我哥还不得被我给气死呀！哎，嘿嘿，能商量下，别告诉我哥行吗？花锦月，你能不能长点心？你有没有想过你哥多不容易？他辛辛苦苦将你拉扯到大，你知不知道？啊？他晚上抄书，白天去码头扛麻袋，赚钱多辛苦。可是你呢，将自己画得像个鬼一样，就知道追着小郡王跑。就你这德行，人家会看上你才怪。别痴心妄想了，成天就知道闯祸，你就不能给星辰省点心吗？啊，星辰为了你，现在连学都上不了，你开心了？花锦月，你到底要将你哥害得多惨才肯罢休啊？秦州，星辰，你听我说，我的妹妹，我愿意惯着，轮不到外人来教训。这样的妹妹，真的值得他为她付出这么多，还无怨无悔吗？天下间怎么会有这么傻的哥哥呢？秦州知道花锦月是花星辰的心头肉，他刚才说的话确实有些过分，此刻有些手足无措。对不起，星辰，我不是故意吼他。不怪秦州哥哥，刚才我差点被冯之文欺负，是秦州哥哥护着我的。秦州哥哥骂得对，是月儿不对，月儿犯了错就要接受批评，求哥哥不要怪他。月儿，不，我的妹妹永远不会有错，是她胡说，我的妹妹是天下最好的妹妹。得，花星辰这个妹控无药可救了，以后再让我看到你欺负我妹，咱俩就绝交。我靠，花星辰，你丧良心呐！我这都是为了谁呀？回到家，花锦月赶紧献宝一般掏银子。哥，你看咱们有钱了，可以教世修上学啦。你这钱是从哪来的？我哥小小年纪威压好强啊。哥，我没干坏事，这个其实是我偷藏了一只母亲的簪子，今早拿去当了。这是他昨晚想了好几个时辰的借口，希望能糊弄过去。母亲的簪子，你什么时候偷藏的？是我小时候贪玩，将娘的簪子埋在了树下，前几天摘花时不小心挖出来的。好不容易得到娘亲的遗物，怎么舍得卖了呢？因为月儿想给哥哥教束修，月儿想让哥哥上学。所以你是为了我？哥哥，你一定要好好读书，月儿以后就指望你啦。咱们明天去教束修去，你都半年都没上学了，落下的功课太多，会撵不上的。哥哥，你是不是还担心我对小郡王余情未了？哎呀，我都说了我不喜欢他。哥哥，我向你保证，以后都不会出去闯祸了。哥哥，
要不你让月儿看着我，明天月儿就回来了。我这次保证一定要听月儿的话，再不胡闹了。可是，哥，你是不是不信任月儿，也跟秦州哥哥一样，觉得我不懂事，只会闯祸？不是的，哥哥怎么会这么想啊？我妹妹明明是天下最乖的姑娘。那哥哥就听我的话，去上学。月儿还等着哥哥以后出息了，咱们家好过上好日子呢。好，哥哥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我一定会努力，我一定会给妹妹找全天下最好的夫婿。我谢谢您嘞，人家一点都不想嫁人了，好不好？此次逼宫大战，死伤无数，损失不小。要不是国师大义灭亲，提前获得消息，入宫救驾，恐怕后果呀不堪设想。崇文帝震怒，秦王一党被全部伏诛，淑妃自尽。国师慈悲大胆，开口求情，将获罪秦王一党的亲人从株连九族改为流放千里。国师救驾有功，崇文帝赏赐无数金银珠宝，全都被拒了。国师六根清净，心中无尘污垢。这次若不是为了国泰民安，也不会动了杀念。所以国师自请闭关1个月，跪在佛前忏悔，顺便为苍乐国祈福。民间传言，国师乃玉面佛主转世，来人间就是为了普度众生。5年前那场瘟疫，要不是国师提前预知此灾，让崇文帝提前做准备，将损失降到最低，后果不堪设想。国师造桥铺路，国师舍舟济民，国师心怀天下。关于望渡国师的善举，简直数不胜数。这是在给广大群众洗脑吗？我严重怀疑这个福林茶楼跟那个妖僧有点手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哎，真是不知道啊！若是让这些虔诚的信徒们亲眼看到他心中的那个善良悲悯、普度众生的国师大人杀人时的残忍无情，会不会眼珠子都吓得冒出来？哎呀，所以说啊，人不可貌相啊！愚昧的信徒们信他个老六啊！妖僧，月儿走了。哎，来啦！楼上包间里，还没找到？属下无能。继续找，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给你1个月时间，找不到人，自行领罚。是。严伟忽然瞥见那抹欢快的青绿色的背影，不等他看清，那抹绿色便消失在门口。主子，您怎么了？没什么，估计是看错了。看到渊儿从里面走了出来。渊儿，小姐，小姐，你不是说想买个银簪子吗？渊儿有钱了，咱们这就走。所以这傻姑娘拼命的干1个月的绣活，就是为了给我买簪子吗？我到底是哪里好，值得他们这样？渊儿，我突然不喜欢那个簪子了。啊？怎么了？我不仅不喜欢那个簪子，我连小郡王都不喜欢了。啊？真的假的？啊什么啊？咱们快回家吧，我都饿了。哦，那好吧。晚上，少爷，小姐她……是我的月儿长大了，懂事了。那是了。那哥哥多吃点，明日上学好有精神。好。少爷说的对，小姐真是长大了。夜晚，哎呀，古代真是无聊啊！入夜后就只能睡觉。若是我现在还在现代，这个时候夜生活刚刚开始，
不说是飙车蹦迪喝酒看男模，最差那也能躺在浴缸里，一边敷着面膜，一边美美的刷着手机看剧吧。哎，我怎么忘了？空间里的手机还存着国师大人的裸照呢。这样我每天一打开就能看到超级大帅哥了，绝色美艳国师，简直是仙品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他总觉得自从那夜，国师就有些不对劲。就算是那个小贼盗了国宝，也不至于将国师气成这样吧。他才不会信他无缘无故的会为罪太子闭关1个月。既然是超度，那不是应该念往生经，怎么念起了清心咒？清心咒！苍天呀，国师大人莫不是乱了凡心？碧色的佛珠忽然断裂开来，眼前浮起一张张血淋淋的尸体，桀桀怪笑，他们张牙舞爪向他凶狠扑来。滚开！整整1个时辰，屋内终于消停了。你入不了空门，你有情节要顾，佛不收你。哼，我命由我不由天，我不信命，也不认命，在我这儿就没有渡不过的劫。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既然他是我的劫，那我就一定要亲手抓住他。我倒是要看看那个妖女能翻出什么花来。乱我心者，杀无赦。吃过早饭，哥哥，中午要多吃一些，不要给家里省钱啊。也别太辛苦了，哥哥毕竟半年没来学院，说是跟不上那也是正常，慢慢努力，不要着急。月儿在家一定乖乖的，不出去闯祸。哥哥啊，你就放心吧。哼，星辰，你真的打算回来上学啊？是啊是啊，秦州哥哥放心，我以后再也不会拖累哥哥，哥哥以后每天都会来上学的。你最好记住你说的话，否则……秦州话还没说完，就收到某人冰冷的眼神，赶紧闭嘴。好吧，他不敢当着花星辰的面说他妹妹。花星辰这个人平时温润又好脾气，那是没遇见关于他妹妹的事，涉及到花锦月，他比谁都疯。秦州赶紧转移话题。哎，夫子若是知道你今天来，一定高兴坏了。哥哥，时间不早了，你们快进去吧。那好，我走了，你乖乖的啊。啊！哎呦，我的小祖宗啊，财不可外露，赶紧收起来。月儿，走，我带你赚钱去。啊！月儿看着面前的米、面、粮、油、猪肉、芹菜、红豆、白糖、白菜、南瓜，两眼直冒金星。哎呀，买这么多，猪也吃不完呢。哎呀，完了完了，我家小姐又犯傻了。唉，小姐，这么多咱们吃不完，多浪费啊！谁说我要吃啊？啊，您别动，这个奴婢来。那好，你把菜都洗了，我来和面，我要包包子。包子？月儿才不信他会包包子呢。经过他巧手，一个个鲜活的小动物便被捏了出来。哇，小姐，你什么时候会做这个了？哼，月儿，我跟你说实话，
在宫里，我机缘巧合遇见了国师，我有幸经过他点化，嘿，我就突然就不傻了，而且我还做了很长很长的梦，在梦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啊，真的假的？这也太玄幻了。怎么，你不信？信。小姐说什么，奴婢都信。小姐有这样的机缘，真是佛祖保佑。奴婢若是有机会见到国师大人，一定给他磕头。倒也不必，只是这苍月国就那神棍的话最能忽悠人。为了让月儿相信这么玄幻的事，我才不得已借用那个神棍的名头。咱们不能坐吃山空，所以今天咱们要将这些包子都卖出去。哼，小姐放心，奴婢从未见过这么可爱的包子，今天咱们定能赚到钱。永明侯活着的时候，家里是养马的，不过后期被隔壁花老太太以填补家用的名头给卖了。马虽然没有，但是马车还在，就是破了点儿，四处漏风。经过他这巧手改造后，变成了一个小拉车。车有了，谁拉呢？于是从空间掏出了小白。小白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地看向他，无缘无故掏他出来，准没好事儿。闭嘴！嘘，小声点。完了完了，没有爱了，没钱为啥不卖小绿蛇？欺负我狼傻肉多嘛？小白，商量个事儿呗。哎呀，家里实在是太穷了，你也不能看着你的主人饿死吧？我做了一锅包子，一会儿你拉着吃，咱们去卖包子去呗。哦，原来不是杀我卖肉啊！我可是堂堂雪狼王，让我拉破车卖包子，那多丢狼啊！狼不干，打死都不干。不干是吧？我看你真是忘了啊！当年老娘是怎么将你打得连爹都不认的啊！嘿！这个暴力女人，我要抗议！咋的？你还不服啊？服！哼，就知道欺负狼，可恶的女人！画圈圈诅咒你，这辈子嫁个凶男人，一辈子都逃不出人家的手掌心。哇，小姐，这些包子闻起来好香啊！那快尝尝。不，留着卖钱，奴婢吃了怪可惜的。哎呀，什么奴婢不奴婢的，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咱们是一家人，以后不许说奴婢。你不尝尝怎么知道好不好吃啊？咱们还怎么忽悠客人？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包子。可是小姐，这么多包子，咱们要怎么带出去啊？放心啦，我用旧马车改造了一个推车，就在园中。哇，小姐，国师太厉害了！啊？关那妖僧屁事儿？一定是国师点化你，你才变得这么聪明的。行吧。这时，小白从车后探出脑袋，吓了渊一跳。哪里来的大狗啊？它长得好漂亮啊！别怕，狗狗很乖，它不咬人。你才是狗，你全家都是狗。你给老娘老实点儿！就知道欺负狗了，呸！欺负狼，这日子没法过了。小姐，我在门口捡到的。那咱们要不要找找它的主人？不用，这个咱们捡到就是咱们的。啊？还可以这样？咱们刚好缺个拉车的，小白可以拉。二人找个相对热闹的地方开始吆喝：卖包子嘞！卖包子
小姑娘，你这是什么包子呀？长得好奇怪呀！啊，这个黄色的呢叫做海绵宝宝，芹菜肉的；这个粉色的叫小猪佩奇，白菜肉香菇肉的；这个蓝色的啊叫做蓝精灵，豆沙馅的。嗨，这个啊叫做派大星，是纯素包，芹菜土豆的。姑娘，你这五颜六色的，不会有毒吧？咱这都是蔬菜汁调出来的颜色，很健康，没有毒，保证好吃。哎，给我一个什么精灵，两个猪。我要3个佩奇。我各要1个。他发现，不仅他的包子吸引人，他家小白也成了明星郎。哇，你家狗狗真大！哇，狗狗好白！漂亮又温柔的姐姐，我可以摸摸狗狗吗？可以啊，想摸狗狗的小朋友去那边排队啊。任由那些脆弱的他一口能吞一个的小屁孩在他堂堂雪狼王的头颅上揉来揉去。狼太惨了。主人穷的靠他出卖肉体赚钱了。一辆通体贵气的马车突然停了下来。小郡王，你有什么吩咐？那里卖什么的？怎么那么热闹？奴才也不知，小郡王稍等，奴才去就回。主子是卖包子的，奴才看样子新鲜，便买回来给您尝尝。这是什么？看着怪讨喜的。听说这个叫小猪佩奇。这个颜色，你确定不会有毒啊？那么多人在吃，不会有毒的。买家说是蔬菜汁调和的颜色，没有问题的。能做出这样可爱的点心的姑娘，一定是个心灵手巧、有意思的人。什么心灵手巧啊！小郡王若是知道卖包子的就是那个天天纠缠他的小傻子，估计就没什么食欲了。不过今天主子高兴，我还是别提那个令人讨厌的人。走吧，你也要一定喜欢这种小东西，带去给他尝尝。哎，没了。小姑娘，这么快就没了？我刚才给我女儿买了2个，她很喜欢吃，本来想回来再买几个的。抱歉啊，这第一次出摊，没敢做那么多。明天你还来卖吗？还来，我们明天清早就来。啊，早上就来，那得要起多大早？这丫头挣钱不要命啊！二人一狼带着满满的钱袋子回家了。哥哥，喂，你们这是干什么去了？怎么才回来呀？你知不知道你哥哥多担心，生怕你又去闯祸。好了，今天多谢你，请周你回去吧。哎，合着人找到了，我就多余了呗。秦州哥哥，你先别走啊，这几个包子你拿回去吃。我跟月儿包的，你尝尝。看到包子，肚子咕噜噜的叫了起来。这就有点丢人了。哎呀，给你就拿着吧。我家小姐今日没出去闯祸，我们做了4大锅包子，卖了800文呢。小姐今天可辛苦了。卖包子能卖800文，这么多，这卖的是什么包子呀？走，咱们回家再说。哥，你不会不相信我吧？哥信你。早知道国师能治好你，哥就应该早点去求他。国师普度众生，能得他点化是你的福分。得，我哥哥居然是国师的脑残粉。那个大狗，咱们还是出去找找它的主人吧，别人的东西可不能要。哥，我跟月儿都找了半天了，没人认领。你是不知道，我捡到它的时候，它浑身是泥，脏的要命。要不是我收留它，它都要饿死了。哥，你看小白那么傻，扔出去就得被人杀了吃肉，咱们就收留它吧。你才傻，你全家都傻。渊儿站在一旁不敢吱声，他家小姐又在撒谎。不过没有小白，谁拉车？所以
他选择装聋子。那好吧，就暂且留下。若是有人来认领，赶紧还给人家。哥哥最好啦！月儿，明早咱们丑时就起来做包子吧。倒也不必起这么早。你不用起早，我跟月儿做好就好。月儿说她今天都跟你学会了。哥哥，快来尝尝我做的包子。好吃。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啊？少爷，你问什么呀？这包子到底怎么回事？包子到底是谁做的？哎呀，真的是小姐做的。小姐不是说了，她经国师点化，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学会很多东西。他知道渊儿不会说谎，可是一个人怎么会突然变化这么大？今天他没有去找小郡王？没有，今天小姐出息了，一句小郡王都没提。妹妹变聪明了，我应该开心才对啊！看以后谁敢说我妹妹傻。国师本来就像神一样的存在，被国师点化的妹妹自然会变得与众不同。这样一想，花星辰忽然觉得国师就是天神，将来有机会他一定要好好报答他。若是知道自家哥哥这个可怕的想法，花锦月一定会吐血。哥，求你打住，还报答他，他差点没解剖你妹，那就是披着羊皮的狼，你可离他远点吧。晚上，梦里，他总觉得有人在摸他的脸。轻薄了人家，看光了本座的身子，你还想逃哪里去？花锦月昨日迷迷糊糊的，竟然做了一夜的奇奇怪怪的梦。梦里的国师大人，妖冶风情，魅惑的像只狐狸精。第二天醒来，花锦月都惊呆了。丢死人了！哎呀，果然是美色误人。匆匆忙忙的去了厨房。哥哥，你们怎么不叫我一起干活呀？我们两个就够用，不需要你帮忙。我帮你们。三人又蒸了一大锅才出门。花锦月正忙活得开心，一抬眸看到一个赤月卫直勾勾地向他走来。他为什么向我走来？会是认出我来了吧？素包3个。吓死我了！原来是来买包子，我还以为是要来抓我呢。小心脏都吓得砰砰直跳。那个赤月卫拿了包子，刚要转身，突然看到一个身材消瘦的姑娘。站住！他拿着画像比对了下，蹙了蹙眉，一摆手让人走了。国师说，那少女声音清脆甜美，身高到她下巴，诡计多端，还随身带着一只小绿蛇。这大海茫茫的，就凭借一个戴着面具的画像，这我上哪儿找去啊？要命啊！小姐，他们到底在找谁啊？瞧这架势，好可怕呀！谁知道呢？哎呀，不关咱们的事儿，卖咱们的包子吧。狗国师怎么还在找我？不就是摸了他几把，亲了一口，多大点的事儿啊？怎么这么小心眼儿？连家，他家主子身上有剧毒，每个月会有10天失去武功，所以国师每个月都会闭关10天，恢复原来的身份来此养病。这么多年，没有人知道连家那个病病殃殃的、不受家人待见的四爷，其实就是众人崇拜、悲悯众生的国师大人。那个女贼，可有消息？主子，白甲尚未传回消息。废物！晚上买了一只鸡。哥，快来吃饭！都是你做的？在梦里学的？是啊。妹妹辛苦了。不辛苦。哥，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超喜欢做饭的，我想要做大厨。我的妹妹才不要做什么大厨，等哥哥考取功名后，就给你攒多多的嫁妆，然后……哥，我不想嫁人。
你还对小郡王念念不忘吗？可是，哥听说他喜欢宁瑶郡主。哥答应你，一定会努力考取功名。哥会努力，成为像国师那样权倾朝野的大人物。到时候，哥会用尽手段，逼玉之言娶你。哎呀，哥，我都说了800遍了，我现在看玉之言那小子，就跟看隔壁街卖糖葫芦的大叔没区别，真不喜欢。对，玉之言配不上我妹妹。好了，别光顾着说，快尝尝我做的锅包肉。好吃。那月儿也快吃。花星辰在书院舍不得买贵价伙食，每天就揣2个包子当午饭。哎，星辰，你这包子哪儿买的？看着怪有意思的。我妹妹做的，好吃的很，就在天启街摆摊，想吃自己去买。他妹明明那么懂事，那么能干，这群人是什么表情？喂，你们别狗眼看人低啊！现在月儿妹妹可乖巧了，她已经改邪归正了。依他看，那个小郡王还配不上他家妹子呢。众人笑了笑，没有说话。狗改不了吃屎，他们才不信那个花痴女会改邪归正呢。花星辰若不是摊上这么个缺德的妹妹，估计早就高中状元了。哟，永明侯府现在这么穷了，竟然都让女眷抛头露面过来做生意了。跟你有关系？跟本少爷是没关系，不过士农工商，商人是最低贱的。哎呀，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臭味啊？这花星辰身上除了包子味，还一身铜锈。这样的人就不配参加科举。星辰，咱们走，别搭理他。商人怎么了？10年前，陛下就废除商户门第不能考取功名的规定。3年前西南大灾，京都商户捐款10万白银。去年连家1门3进士，连家大爷如今已是户部尚书，位极人臣。陛下口谕，所有学子一律同仁。怎么，冯公子难道觉得陛下错了？窗外，大树下，虎父无犬子，不愧是花园的儿子。我呸！胡说八道！不行，花星辰只配在泥潭里挣扎，想上岸没门儿。花星辰走后，花锦月又开始忙碌的一天。卖包子啦！可爱的小动物包子。呀，这不是花星辰那个傻妹妹。哎呀，这包子怎么这么脏啊？吃了不会生病吧？哈，你干什么？哟，这不是我短哥吗？小贱人，给我闭嘴！冯志文恼羞成怒，端起一笼包子扔在了地上。喂，你干什么？我家奴才说了，你这包子不干净，他吃了之后腹泻1晚上，你得赔我医药费。你少含血喷人，我家包子最干净了，这人我都不认识，他可没来过我们这儿。怎么，你们想赖债？哎呀，这小丫头倒是长得不错，拿不出钱就用她做抵债吧。手不想要了，老娘跟你剁了。小姐，我看他们就是来讹人的。老子就要讹你，怎么的？谁让你有个欠揍的哥？老子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让你哥哥知道知道老子的厉害。上，给我将这贱人的摊子给砸了！我看谁敢！一把薅住冯志文的头发，啪啪几个耳光。小贱蹄子，你敢打我？我可是冯将军的儿子，你信不信我？老娘管你是谁，老娘看你就是一份黄焖鸡，又黄又闷又垃圾。小瘪三，你想往哪里跑啊？就你这种人渣，活着就是浪费空气，死了浪费土地，半死不活的还得浪费钱币，敢跟你姑奶奶装逼，脑浆跟你要匀了吗？花星辰，不好了！我刚才路过你妹妹摊子，看到冯志文去找他麻烦，将你家包子都扔在了地上。什么？月儿，
哥，那可算是来了，这个人欺负我。这还可以这样？被欺负的人好像是我吧？周围看热闹的人群眼见着彪悍的小萝莉秒变柔弱小白花，全都面皮用力地抖了抖，但是无人敢出声。这姑娘的泼辣，他们刚才可是见识过了，骂人还不带喘气的，惹不起，惹不起啊！月儿，你没事吧？没事，还好哥哥回来了。好痛，肋骨肯定是断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今天我带的人少了，改天我要带一群人打死这个小贱人。冯志文，你给我站住！你敢欺负我妹妹，我跟你拼了！哎，哥哥，还是算了吧。哥，你怎么回来了？我一个同窗说看到冯志文在欺负你，我就回来看看。可不是嘛，公子，他说他家奴才吃咱们包子闹肚子，跟咱们要赔偿，可是那人根本就没买过包子。就是，他还想摸月儿的脸，要不是周围的人见义勇为把他给打跑了，我俩指不定是要怎么被欺负呢。月儿放心，哥哥不会让他再来欺负你。欺负我行，欺负我妹绝对不行。哥哥放心，青天白日的，他也不敢怎么样。再敢来，老娘还打得他满地找牙。花锦月怕哥哥迟到，赶紧催促他去上学。花锦月见他哥走了，总算是松了口气。现在他有些后悔了，不该跟那个冯志文硬刚的。他不想让他哥哥担心，他就应该等没人的时候打断他的狗腿。不愧是亲兄妹，花星辰也是这么想的。于是他拐了个弯去了冯府。喂，你干什么的？我是永明侯花渊之子花星辰，我要见家父昔日的手下冯将军。冯将军的儿子冯志文欺负我妹妹，砸了我家包子摊，在下特来上门讨个公道。门房的家丁本不想通传，但是见这么多人指指点点，只好硬着头皮进去通告。欺人太甚，竟敢当街行凶，他花渊真是生了个好女儿啊！老爷，花渊活着就骑你头上拉屎，死了他女儿还敢欺负咱们儿子，你今天要是不给儿子报仇，我跟你没完！哎呀，好了，无缘无故的，人家怎么会打他？你还不问问你的好儿子，在外边又干什么了？我儿子就算是干了什么，也不至于被打成这样啊！他可是将军的儿子，被人欺负了，你脸上好看呐！老爷，永明侯府的公子求见，他说要来讨个公道。他还敢上门？老爷，今日这事不能这么算了。他年轻时就被花渊镇压着，老了还能被他儿子唬住，他倒是要去会会这个毛头小子。来人，给我往死里打！我是永明侯府嫡子，再过1年便会袭爵，我看谁敢动我！哼，黄口小儿，你好大的派头！冯将军，晚辈无意叨扰，但是贵府公子欺人太甚，请您给个说法吧。你们当街行凶，打伤了我儿子，我们还没找你们算账呢，你倒是会倒打一耙呀！夫人还是先问问你儿子做什么好事再发作不迟。我妹妹好好做着小生意，碍着冯公子什么事了？他调戏我家丫鬟，还砸了我们的摊子，打他不过是自卫而已。他就知道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又在外面仗势欺人，不过这么多人看着，他自然是不能承认的。我儿子才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有没有做，满街的老百姓都看着呢。若是大人不能给在下一个说法，在下便要去大理寺去告。花星辰今天就是要将这事给闹大了。隔壁就是御史大人的宅院，他不信吵这么大的动静，里面听不见。
听说那个老人家最喜欢弹劾贪官污吏了，他今日来也不是一时冲动，他算好了今日是朝廷的休沐，没准有人在家。而且以冯志文那个嚣张跋扈的性格，今日这事若是没个结果，日后还会上门找麻烦。他今日便要豁出去，闹个天翻地覆，叫冯家知道他们永明侯府哪怕是落魄了，他也是花渊的儿子，不是谁都能欺负的。好你个冯大山呐，仗势欺人到这份上了，你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当年还是花渊提携的你，你如今功成名就了，却连他儿女都欺负，你是个人了？老夫明日上朝就要参你一本。你个老东西，少在这胡说八道！事情还未查证，你怎么能冤枉我儿啊？求大人为我兄妹做主。都说当年是冯将军背叛我父亲，我父亲才会兵败。我原本是不信的，毕竟晚辈小时候，冯将军与家父关系甚好。如今看来，好孩子，你父亲忠君报国，陛下不会看着功臣的后代受人欺负。这事儿我老头子管定了。你少在这血口喷人！你父亲兵败是他无能，与本将军何干？大人，我知道今日得罪冯家，难免会遭到报复，但是星辰不怕，公道自在人心，好人不该被欺辱。若是哪日我与妹妹死得不明不白，一定是冯家下了黑手，到时请大人帮我伸冤。你个小兔崽子，老子什么时候说过要报复你啊？你小子少在那颠倒黑白，你给我回来！冯大山，你想做什么？你要是感动那少年，信不信老夫这就进宫找陛下评理？冯大山被气得头晕脑胀，他一个粗人怎么能吵得过口若悬河的御史大人？没几句就败下阵来，甩袖子进门了。老爷，这事就这么算了，那咱们儿子不是白被人欺负了吗？闭嘴吧你！你儿子仗势欺人，砸人家摊子，调戏人家丫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怎么管教儿子的？花星辰站在远处看着忙忙碌碌依旧笑容灿烂的妹妹。哥哥虽然无能，但是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守护你。月儿，你放心，以后谁都别想欺负你，哥哥早晚会将所有人都踩在脚下。至于冯大山，君子报仇，10年不晚。花锦月怎么能就这么算了呢？白天我必须是哥哥的乖乖小宝贝，晚上，哼，呵呵了。老娘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做够全！听说你这小瘪三经常欺负哥哥啊？我又够全，狗东西，居然想摸我家月儿的小脸蛋、螳螂腿！啊，小瘪犊子，竟然敢弄脏老娘的包子，全雷打！哎，听说你这小子他爹曾经背叛我爹，奶奶的，你全家都该揍！花锦月堵住冯志文的嘴，哐哐揍了半个时辰。第二天，冯家家仆一开门，顿时傻了眼。除了他家那被打得鼻青脸肿、昏迷不醒的小少爷，屋内空空如也。不人怨的是被鬼缠上了。冯大山自然不信这个邪，但是好端端的被人偷了家，儿子又被打成了重伤，上朝还被邵之章给弹劾了，气得他满嘴是泡。今年真是流年不利呀。当然，他完全没往花家这边想。晚上，哎，你说会不会真有鬼呀？吃你的饭吧，我看你像鬼。冯家父子作恶多端，大概是得罪了不得了的人，活该。哎呀，这不是发了笔横财吗？谁叫我心情好呢？哥哥，那多吃点儿。哥哥太帅了，不行，
等有空我得给哥哥做一身新衣裳，人靠衣裳马靠鞍，把哥哥打扮得帅帅的，说不定哪天就能拐回家一个嫂子呢。半个月后，智妍哥哥，你说上次那个可爱包子就是在这个街买的吗？好像就在前面。包子西施，切，一个市井的厨娘，还敢说自己是西施，哼，看来也是个不要脸的浪货。哼，卖包子的姑娘长得很漂亮吗？智妍哥哥不会因为人家长得好看才去买包子的吧？别胡说。智妍哥哥，我饿了，咱们去买几个包子吧。吃好了下次再来啊。明眸皓齿，笑得灿若繁星，那般青春活力如小太阳的炽烈爽朗的笑声让玉之言微微一愣。他忽然想到那次他受伤时背着他走出大山的少女，为了不让自己昏迷，一路上他不停地给他讲故事，那般爽朗的笑声与面前的少女竟然像极了。怎么是你？你们认识？智妍哥哥不认识她了吗？她就是永明侯府的小姐花锦月啊。买包子吗？不买就请让开，你们挡住我的顾客了。他快速地将2个肉包包好，递给他们身后的大爷。那下次再来啊。切，哎呀，永明侯府都穷成这样了吗？居然让你一个女儿家抛头露面。花小姐，这个给你，别跟我客气，这是我跟之言哥哥的一点心意。哎，月儿，别卖了，钱都给这位贵客包上。啊，这咋不按套路出牌呢？哎，好嘞。不用了。我那钱是送给花小姐的。我有手有脚要你的试试啊？你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无功不受禄。这位小姐，你若是有钱，请开个粥铺施舍乞丐，或者上寺庙捐点香油钱。毕竟坏事做多了，半夜容易见到鬼。你跟我堂姐关系那么好，她最近半夜没去找你啊？你少在那胡说八道，不想要就将钱还我。抱歉，小店概不退换。开什么玩笑，20两呢？到手的鸭子怎么能飞了？害死原主的这个小碧池要份儿，我都没找他算账呢，他倒是有胆子上这儿来找麻烦。之言哥哥，人家就是看花小姐可怜，想帮帮她，谁知道她这么阴阳怪气的。算了，我们走。等一下。小店不占顾客便宜，银货2器。喏，包子您拿好了。我帮你拿。哼，还说不占便宜？你这些破包子值20两。确实不值啊。所以在下这就回家包去，一会儿送到小姐府上，放心，一个包子都不会少的。谢谢郡主捧场，下次再来啊。那个姑娘真的是花锦月吗？为什么她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这样的花锦月好像也没那么讨厌。玉之言不会变心了吧？直到上了马车。是不是饿了？趁热吃。之言哥哥，他用包子羞辱我，你都不帮我。没有吧？是不是你想多了？哼，怎么就没有啊？我看他过得辛苦，好心好意的给他钱，他不领情就算了，还暗示我多管闲事。他说的也有道理，我看他生意挺好，不需要咱们的施舍。事实上，玉之言觉得陆宁瑶这20两银子才是侮辱贬低了人家。不过他知道陆宁瑶不是故意的，他就是太单纯善良了，想的没有那么多而已。
赤焰哥哥，你怎么向着他说话呀？你莫不是看上那个小傻子了吧？你别这么说，我看他今天挺正常的，看起来好像不傻了。难道他真不傻了？那个小傻子今天一眼都没看玉之言，这本身就不太正常。莫不是他欲擒故纵？小傻子什么时候花招这么多了？难道他之前都是在装傻，就是为了激进我的赤焰哥哥？岂有此理！他好深的心机。赤焰哥哥，你不会是要移情别恋吧？你说过只爱我一个人的，你说要娶我的。你在胡说什么呀？在我心中，只有那个背着我一步一步走出大山的小仙女。瑶儿，自从那日你救了我，我便认定这辈子非你不娶。可是你背出山的根本就不是我呀！若是让玉之言知道当年救他的是那个小傻子，会不会立刻抛弃我？之言哥哥，等我及笄了，我们就订婚吧。好，今生能娶到我的小仙女，是之言之幸。陆宁瑶收到包子有些懵逼。小白莲，小绿茶，小碧池，这是什么意思啊？许是夸郡主像白莲一样高贵，像绿茶一样清雅。那碧池呢？像碧池一样绿啊。这是夸人的话吗？估计是像碧池一样温婉，波澜不惊。哎呀妈呀，要命了，真是编不下去了。花锦月会夸他，他咋那么不信呢？小姐，这些包子怎么处理啊？哎呀，拿下去，伤很吓人。哼，本郡主看到包子就生气。小傻子竟然敢勾引我的之言哥哥，看来上次的苦头没吃够啊。国师，依你看，这琉璃塔还能不能找到了？沈余年闭上了眼睛，手里的黑曜石佛珠不停转动，片刻后忽然停下，叹息一声：唉，国师，真的找不回来了吗？陛下，丢了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国师，这话是有何讥讽啊？琉璃塔是先帝之物，丢在宫乱之夜，这分明是挡灾了。陛下不妨想想，这场宫变虽然血流成河，但是终究是没伤到根本。果然，国师在，他这心就踏实了。他那个儿子原本普普通通，是与国师相交后受了点化，才变得聪明睿智。这些年一直出类拔萃，他甚至有意将这皇位交于他手中。谁知他竟然生了谋反之心。他真是看错了他，也辜负了国师的心。想想他就生气。这件事后，崇文帝对国师更加信任了。沈余年回了白莲寺。又在玩什么？哎，师傅松开，我晕。就知道欺负我。你说了，7日之内我便能找到那个人，看我找不到他，要你好看。师傅，你也别太急色了。胡说八道。他是你的情劫，你干不过他的。要不你就别挣扎了，从了他吧，这样你就可以亲亲抱抱举高高生小弟弟了。师傅，我就说你做不了和尚，这些年你偏要坚持。你给我闭嘴！你一个出家人，脑子里不应该是四大皆空，都装什么废料？哼，我这个假和尚还不是你逼我当的。你吃不了肉也不让我吃，黑心的老东西，
你自己做不了和尚，就逼我做，你咋那么坏呢？我想吃肉肉，我好惨。废话少说，让我知道你这次占卜不灵，看我怎么收拾你。老东西，收你的人来了，你瞧好办。情节，我偏不信邪。等我抓到他，就亲手了结了他，看他拿什么祸乱我的心智。我离京这段时间，可有什么事发生？礼部尚书的小孙子打死了伯父的庶女，被大理寺给抓了。庆王偷偷在山里面建了库房，囤积了大量的兵器。陛下又新纳了3个妃子，其中一个是咱们的人。连家二房最近有些不老实，与齐王走动甚是亲密。大理寺发生了一件离奇的案件，冯将军的儿子半夜被贼人打了个半死，一夜间房内所有的好东西莫名其妙被一扫而空，凭空消失了。你说什么？给我查查，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人出事前都接触过什么人？事无巨细，我要全部知道。花星辰一放学便看到对着他疯狂挥手的妹妹，笑着走了过来。哥哥，月儿，你怎么来了？我来接哥哥放学啊。哎呀，哥哥书箱好重啊，古代人没有书包吗？背这玩意儿多不方便啊。你拿不动的。哼，哥哥少瞧不起人，月儿力气大得很呢。好好好，我妹妹的力气最大了。星辰，这位是？莫不是花星辰的未婚妻？这长得也太漂亮了，跟天仙似的。师妹，花锦月。啥？花星辰的妹妹？那个每天追在小郡王屁股后面的花痴，她长这么漂亮的吗？哥哥们好。妹好。直到人家兄妹走远，他们都惊在原地。那个真的是那个花痴小傻子吗？这长相说倾国倾城也不为过呀。我瞧着他说话条理清楚，好像不傻了。哎，之前是谁说花星辰的妹妹丑的？我真想揍她。小姑娘瞧着多可爱啊！这明明就是小仙女啊！果然传言不可信，一定是有人故意抹黑小姑娘。哎，好了，别看了。听说小姑娘喜欢小郡王，没你啥事儿。主子，您让属下查的事情，属下已经查到。您要找的人，很可能就是永明侯府的嫡女花锦月。花家嫡女花锦月，永明侯的小女儿，那个花痴小傻子。那晚的百花宴，她确实在宫里。难道真的是她？据属下调查，这花家小姐原本痴傻，脑子不清楚，可是自从百花宴过后，突然就变得聪明了，还能摆摊做生意了。冯家小公子出事那天，白天去找过他的麻烦，被他给收拾了一顿。听说他突然变得很彪悍，能1打3了。1打3？花家女明明没有学过武功，怎么突然这么厉害？难道她之前都是扮猪吃老虎，伪装的？主子，您觉得花家女是那夜的小贼吗？现在还不能确定，派人给我盯着她，别打草惊蛇。是。白甲赶紧将主子交代的事情吩咐了下去。可算是有线索了。虽然不知道这女贼究竟干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儿，但是那晚从主子那儿恨不得将她大卸8块的表情来看，这丫头若是落在主子的手里，怕是……沈余年抬眸看向窗外狡黠的明月。小东西，我看你这次往哪里逃。吃过早饭，花星辰刚要去上学。哎，哥哥，我有礼物送你。什么礼物啊？当
当当当当！哥哥，这个呢是我给你做的书包，你看看喜欢不？妹妹，这是你做的，给我装书的。你什么时候学会做这个了？跟月儿学的手艺啊。啊，是什么时候跟我学的？我怎么不知道？小姐又撒谎。很漂亮，谢谢月儿，我很喜欢。花星辰进了学堂。嗨，花星辰，你这是什么东西？装书的？啊，这叫书包，我妹妹特意给我做的，她心疼我背书箱太沉了。书包？给我们看看呗。行。哎，小星星，别弄脏了。哇塞，你妹妹也太心灵手巧了吧！这小兔子绣的好可爱啊！这书包还是宽肩带的，背着好舒服呀，这可比我们的书箱强多了。这里面还有分层呢，方便书籍分类嘛。前面还有个小包，侧面还有个，可以放些小东西嘛，构造好奇特呀。开店？这个，月儿，咱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实力，要不再等等吧。哥，可是我已经将租金给交了。你说什么？租金多少呀？你哪来那么多钱呀？你不会借的印子钱吧？哎呀，哥，你别紧张，我没借那东西啊，真没借，你放心，你妹妹我也不傻。那你的钱是从哪来的？跟国师借了200两。国师？月儿，你居然跟国师借钱了？是国师大人说遇见困难去找他的。国师说他十分仰慕咱们的父亲，觉得咱们的父亲是为国为民的大英雄，说英雄的后代不应该穷困潦倒的，所以他不仅点化了我，还愿意帮助我。可是那可是200两啊，不是哥哥乌鸦嘴，万一咱们赔了，拿什么还人家呀？哎呀，哥，你放心啦，你相信我的能力，一定不会赔钱的。你呢，就等着我发家致富吧。而且国师特别喜欢我，说我天生聪明，慧根极深，想收我做关门弟子呢。国师还说了，钱不用还也没关系。花锦月越说越飘，开始胡编乱造了。反正他哥也见不到国师，无法求证，怕啥？真的假的？哈哈，月儿妹妹，没想到你还有这机遇，国师对你这么好，哎呀，真让人羡慕。哎呀，吹牛被外人听见了，就问你尴尬不尴尬？一般，全国第3。好了，别吹了。哎，对了，月儿妹妹，你做的那个书包，我们学堂的好多同窗都喜欢，他们说想出钱跟你买一个，可是你哥说怕你太辛苦，没答应。哥，这么好的商机，你怎么能拒绝呢？那么多人想要，这得做到什么时候呀？还是算了吧。算什么算啊？这么好的赚钱机会，你们等着，我就去画几张图纸，一会儿你们走时带着，让你们同窗看看，他们喜欢哪个就定哪个，就算是他们定个100个的，我也能保证给他们都做出来。别胡说了，你一个人哪做得过来？哥，你不会以为是我自己亲手做吧？月儿，好久不见，怎么又缺钱了？要来我这里做活？钱掌柜好，我今日来是给您介绍个人，我家小姐说有生意要跟您做。你家小姐？钱娇娇是知道月儿的主子就是那个永明侯府的花痴小傻子，小傻子也会做生意。小姐，哎，在。我的娘啊，这是什么天仙级别的小仙女啊？永明侯府的小傻子原来长这样，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呢？就这长相，京都第1美人都得给她让路。钱掌柜好。哎呦喂，
姑娘真是长了一张好相貌，看得奴家一个女人都神魂颠倒了。多谢掌柜的夸奖。听说小姐要跟我谈生意，走，咱们里面谈。走就走，你别拉拉扯扯的，不成体统。你瞧你，我还能吃了你家小姐不成？二人进了里间。姑娘，找我做什么生意啊？找你制定书包。什么叫书包？我出样板，在你这儿加工，去了料钱，赚的钱55分成，你看如何？小姐就这么将图纸给我看，也不怕我模仿你？这是我所有样板中最丑的一个，而且这只是前面的图样，关于肩带还有内部的设计，你还没看到呢。确实不错，不过55分成。姑娘，我出料出绣娘，你就出个图，等于空手套白狼，你这未免要的有点多了。这样吧，合作可以37分。37？钱掌柜的，你这也太黑了！这图是我家小姐精心设计的，辛苦了好几个晚上呢。既然你看不上就算了，小姐，走，咱们换一家，不合作拉倒。37分，他都觉得没少给，就一个图而已。虽然看着挺好，但是做出来的成品还不知道会怎样。万一卖得不好呢？他可没空跟他扯。快要入秋了，是赶制冬衣的大季节，他不想浪费时间。哎，月儿，别急嘛。掌柜的，若是我先付125单的定金呢？风险由我承担。125单？这姑娘好大的口气，万一做出来没人要，裤衩子岂不是都要赔没了？是125单。是125单。不瞒您说，我哥哥呢是轻松书院的学生，我给他做了个书包，他同窗看到了都很喜欢，所以在他这儿订了100多个。仅仅看到一个样品就订了100多个，这玩意儿这么受欢迎。既然你能拉到100多单，那咱们就46分吧。55分。妹子，你这就有点贪心了，姐姐给你4成也不少了。脑子永远比东西值钱，我的可不仅是有几张图纸，还有销售方案。你放心，我会帮你卖出去很多书包，我会做的可不只是书包而已，也许我们有机会长期合作。成，我信你一回。下午的时候，竟然有一个和尚找到了他们，主持派他过来问问，能不能请他们去庙里做素包和馒头。这可是大单子，发财了！白莲寺，那住持不就是国师的小徒弟，那个可爱的小团子？我的包子如今已经这么有名了吗？般若小师傅都吃过。施主你放心，报酬不是问题，我们白莲寺一定不会亏待您的。您上门服务，我们愿意出100两。哇，白莲寺果然是财大气粗，有钱不赚是王八蛋。哼，管他什么望都国师、白莲国师的，这么久老娘也没被他逮到。谈下了锦绣坊的合作，又接了白莲寺的大单子，花锦月的心情好得不得了。小姐做的菜可真好吃。婶子别客气啊，那快点尝尝我的手艺。啊，谢谢。吃饭的时候，秦大娘欲言又止，秦州瞪了她好几回，被花星辰看到了。秦州，你干什么呢？没什么。怎么了，大娘？您是不是有话说？是这样的。娘，哎呀，吃您的饭吧。秦州，怎么跟你娘说话的？大娘，您怎么了？是不是秦州又惹你生气？你跟我说，我替您教训他。没有，周儿很懂事，是我那女儿。哎，
秦姐姐怎么了？可是在婆家又受气了？不是的，是我那女儿听说我在你这儿，她也想来。你知道的，女人想找份工很不容易。哎呀娘，我都跟你说了不让你说，你怎么偏要提呀？姐姐那种白眼狼，你搭理她干什么？哎，秦州，你怎么说话的？还不跟你娘道歉？周儿对她姐姐和姐夫有意见，大娘确实不该提。哎呀，这多大点事儿嘛！我今日接了个大单子，要去白莲寺做素包，正好缺人手。秦大姐若是愿意来，那就来呗。你别听秦州哥哥的，顾谁不是顾呢？这自家人还放心。哎呦，谢谢月儿。去白莲寺做素包？哎呀，这可是好活呀！你可知白莲寺香客有多少？听说一个佛会要2、3千人，咱们这几个人够用吗？到时我叫我家闺女也来帮忙，放心，不要工钱，她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那就谢谢婶子啦。哎，月儿妹妹，我姐姐从小被我娘惯坏了，奸懒馋滑。那个，若是我姐姐不好好做工，你没必要看在我娘的份上容忍她，立刻辞退她，别客气。哎呀，好啦，我知道了啊。晚上的时候，静明师傅对他说，小主持十分喜欢他的素包，想让他再做一组亲自送过去。最后来到竹林最深处的禅院，施主请。救命啊！不是说给小师傅送吃食吗？为什么这儿坐着的是那个杀人不长眼的妖僧？简明老秃驴，真是害惨了我！早知道让别人来送了，现在走还敢靠吗？呈上来。我这是呈上去还是不呈上去？若是突然逃跑，会不会显得很奇怪、很心虚？那日我戴着面具，妖僧又没看过我的脸，怕个锤子！对，淡定，花景月，淡定，不过是巧合而已。这个妖僧是小住持的师傅，住在白莲寺，正常。我现在的身份就是个小厨娘，送点夜宵而已，不怕他。这是花景月，原来谢谢那些艳俗的妆容，她的模样是这样的。国师大人，请慢用。民女告退。稍等，敢踏入我的地盘，还想逃？这小东西倒是会做美梦。这丫头倒是做了一手赏心悦目的好菜。这些都是你做的？回国师大人，是民女做的。这道叫出淤泥而不染。好一个出淤泥而不染！见他没认出自己，花锦月的胆子稍稍大了些。回国师大人，这个大莲花包是芹菜土豆馅，小的白莲花是豆沙馅，旁边的莲藕是白菜馅，还有这些小花骨朵是苏子馅的。哦，对了，这个荷叶我加了莲花汁，是甜口的，您尝尝。绵密的面皮裹着鲜美的内馅儿，口感层次分明。沈余年下意识眯起眼，竟难得的动了食欲，每样点心都尝了些许。一旁的白甲看得目瞪口呆，他跟着主子这么多年，从未见主子对哪样吃食这般上心，更别提一气吃这么多。他甚至暗忖，若不是这丫头是主子费尽心思想抓的女贼，真想请她来做厨娘啊。只可惜得罪了国师，这丫头的下场怕是好不了了。这么好的手艺，这么俏的模样，真是可惜了。姑娘的手艺真好。真的吗？多谢国师夸奖，能为国师大人做饭是民女的荣幸。只可惜这样一双好手。是同样的眼神，看似惋惜，实则藏着最虚伪的恶意。一股寒意瞬间从脊背窜上头顶。屋内只有我、沈余年和白甲三人，应答肯定是不是对手。说束手就擒，
小命恐怕要交代在这儿。可惜什么？可惜，你碰了不该碰的东西。什么？妖女，琉璃塔到底藏在哪里？话音未落，花锦月已如离弦之箭般转身就跑。我操！门居然上锁了！紧接着，枪，数十把长刀出鞘的声音同时响起。黄色的佛幔之后，一个个黑衣暗影瞬间掠出，锋利的刀尖齐齐对准花锦月，杀气腾腾地将他围在中间。花锦月瞬间头皮发麻，完犊子了！国师大人，我错了，小的有罪。早知道有一天会落在这妖僧的手中，打死我都不敢拔人家衣服了，更不该亲人家。下死嘴，让你经受不住诱惑。后悔了。知错。本座看你毫不悔改的模样，不像是认错的样子。错，都是小的错，小的这就将琉璃塔还给您，求国师大人放小的一条生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硬闯，本座看你是自寻死路。是，小的不该偷琉璃塔，不该拔国师的衣服，不敢摸你，更不该亲你。他竟敢猥亵国师大人，难怪那晚国师的脸色会那么难看。哪只手摸的？给本座瞧瞧。这指。花锦月纤细的指尖搭在了他的指腹，瞬间弯曲如猫爪，顺着他的手臂落下，劲风劈过，那架势仿佛是不挠下他3条肉誓不罢休。可惜白影一闪，爪子落空。不等花锦月反应过来，宽大的手掌已经覆盖他手腕之上，另一只手不知何时抽出了匕首，对准他的腕骨，噌的落下。等一下！国师大人，饶我狗爪一命！你刚才可没想饶了本座。我错了，国师大人，我这手可是天下第一巧手，不能砍了您会后悔的。哦，那你说说，本座为什么会后悔？我这手不仅能做出人间最珍贵的美食，还能制造出精密的武器。我制造的连珠弩威力惊人，不信国师请鉴赏。花锦月说着，另一手突然摸了下脖子，一只连珠弩赫然出现在他的手心。不等沈余年反应过来，嗖的一箭直射他命门。沈余年心下一凛，一个铁板桥，弩箭擦落他额前一缕发蹭的扎在地板上。沈余年唰地转眸，眼底杀意凛冽，所有赤月卫蜂拥而至，全部围了上来。花锦月早已起身，手中弩箭对着周围嗖嗖连射，顷刻间倒下一片。花锦月找准时机，嗖地奔着一个窗口掠出。正在熟睡的小白猛然被掏了出来，气得嗷一声震天吼，对着众人露出血盆大口。是雪狼！妖女，果然是妖女。弓箭手！不要杀小白！花锦月素手一挥，将小白送回空间。我投降。捆起来，本座要亲自审问。花锦月双手被捆，没一会儿就进来一个年长的嬷嬷，将他扒了个精光。这是干啥呀？莫不是那狗国师看上我了，想要将我洗干净，然后吃干抹净？可是那老嬷嬷浑身打量个遍，又将他的衣服给穿上，离开了。不是，你咋走了呀？不给洗澡，送国师床上去吗？这女贼可真敢想，
竟然想要染指我家国师大人！大胆妖女，好不要脸！可有什么发现？回国师，老奴并未发现异常。这姑娘身上与普通姑娘并无异样，身上除了一个项链，什么都没有。至于那项链，也不知是什么材质，老奴摘不下来。什么样的小妖精，能凭空将东西变没了，还能掏出比我还大的凶手？难道他不是人类？国师大人，陛下急召您入宫。宫里早不来人，晚不来人，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国师可要属下审问这小贼？不用，等本座回来，亲自审问。夜半3更，奸杀的狗国师，你家横梁弄这么多木头方格干什么？这让我怎么爬出去？爬不出去，逃不了，难道要在这里等死吗？怎么办？怎么办啊？这狗国师不会抓我哥哥威胁我吧？花锦月眼睛一亮，想到自己手机里存着沈余年杀人的视频，这可是证据啊！我咋觉得闺蜜要害我呢？这损招能行吗？我不会被妖僧大卸8块了吧？哎呀，不管，拼了！崇文帝说边关急报，匈奴大军蓄势待发，恐有变数，急召他入宫，想问问此次吉凶。陛下放心，驻守边关的是沈老将军，我们苍月国兵力雄厚，匈奴不会得逞的。真是个蠢材，如此胆小怕事，真不知当年是怎么有胆子谋反杀了先帝的。遇事就问卜吉凶，那样良将汉兵好用，真当我是神仙，不战可屈人之兵。崇文帝听了这话，多少放心些，留他念了半宿的安神经，天亮才放他出宫。宫门开，沈余年便迫不及待想回白莲寺。昨晚他满脑子都是那个小东西，一直在琢磨他到底是个什么玩意，怎么能变出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现在他还真是有点舍不得杀他了。刚出宫门，面前忽然洋洋洒洒地飘落好几张纸片一样的东西。沈余年脚步一顿，看着落在他面前的东西，浑身一僵。白甲诧异地抬手接过一张，看到上面竟然是国师的半身裸照，吓得手都颤了。再看看城下捡到纸片的百姓，兴奋得跟过年似的。天哪，这是国师的画像，怎么能刻画得如此细致入微啊？不，这绝不是人类所画，定然是天上的神仙不小心遗落下来的手笔。天赐国师画像，大吉之兆。国师普度众生，万一是俗物，不可遮挡佛光。我要将国师画像供奉在家中，世代传承。不是，还可以这样？国师啊，您看这画像还要收回来吗？除了那个小东西，谁会有这种妖法？昨晚我就应该掐死他，以绝后患。快，回白莲寺。般若一觉睡醒，就听说自己师父抓了个女贼，兴奋地踏上鞋就往竹林禅院跑。哎呀，转过来，转过来，你倒是转过来呀！捡起地上的石子扔了过去。谁啊？谁敢打老娘屁股啊？哇，这个姐姐好漂亮啊！看够没有？哎呦，师傅，您回来了。谁惹老东西不高兴了？徒儿告辞。师傅，商量个事儿呗。什么事？那个姐姐，你若是实在不喜欢，就算了。你不是一口咬定
他是我的情劫，说我躲不过去吗？嘿嘿，徒儿知道师父一心向佛，所以徒儿愿意带师父受过。里面那个你让他等等，等般若长大替你娶她。哼，般若，你是和尚。不理你了。屋内被搅了好梦的花锦月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神啊，大早上的哭个六饼啊，要不要人睡个好觉？嗨，国师大人早啊。哼，你睡得挺香啊，口水都流出来了。这副没心没肺的样子，也不知随了谁。花渊好歹一代枭雄，正气凛然，怎么会生出这个专搞歪门邪道的女儿？或者说，这个小东西真的是花家的那个小傻子吗？怎么不趁着我不在时逃走？哼哼，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不信，沈余年没有将自己调查个底朝天。他能跑，那他哥呢？今日必须拿捏住这个妖僧，否则他今后便会永无宁日。我还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哪能啊，小的确实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国师大人您嘛。今日那些图片，是你施展妖法弄的？这也算是吧。你好大的胆子！这不是让国师大人看看我的本事吗？而且我手下留情了，发出去的只是你老人家的半身照，这下半身不是给你老人家留着呢吗？沈余年忽然一把掐住了他的下巴。本座还得谢谢你呗。说，你想怎么死？那我赌，你不敢杀我。沈余年忽然低笑一声，手下忽然微微用力。妖僧，你快放开我！杀了我你会后悔的。哦，那你说说，我会如何后悔？从空间里掏出了手机，将沈余年杀秦王的视频播放了出来。沈余年瞳孔骤然紧缩，不敢置信地看着那个装了他与秦王影像的小盒子，懵了一瞬，突然抬手去抢。花锦月早就防备着他呢，见他一动，便赶紧将手机收回空间内。你信不信？你今日敢杀了我，明日我就将这玩意儿给你们陛下送去。你知道的，我哪怕是出不了这个院子，我的妖法也能够办到。你不怕死，那怕不怕我弄死你哥哥？你敢乱来，我就敢将他五马分尸，千刀万剐。那个，咱们讲和行不行啊？本座凭什么与你讲和？你的命与你哥哥的命，都捏在本座的手中。本座让3经死，你等不到5经。国师大人，你就放了人家一条生路呗。您放心，只要你放了我，你的秘密我一定打死也不会外传。本座凭什么相信你？杀我都可惜啊，那留着我用处可大了呢。昨晚上我那个弩箭你喜欢吗？只要你肯放了我，我可以造一个弩箭队给你。弩箭？沈余年想到昨夜那威力惊人的东西，确实有些心动。这样吧，你想偷什么东西，我可以帮你偷一次，咱俩同流合污，以后就是一条船上的蚂蚱了。这会儿你总不会怕我出卖你了吧？切，打不过我加入行了吧？冯将军家那一屋子的东西，都是你偷的？不带揭人老底的。这妖僧什么时候知道的？好嘛，这回互相有了把柄，他
他总该放心了吧？可以一次偷一屋子的东西。可以。你说偷啥？我啥都能偷的，就是不能偷人。老狐狸水仙不开花，你在这儿给我装蒜，行不行？能说个话呀？不吱声，你吓唬谁呢？国师大人，您考虑的怎么样啦？你若是不乖，国师大人您放心，我最乖了，最听话了。切，奶奶的！等到老娘强大之后，就一脚踹飞了你，吓唬谁呢？我还能一辈子守他摆布啊！等我有钱之后，发展自己事业，将哥哥和月儿保护起来，想困住老娘，做梦去吧！那好，本座就大发慈悲，不跟你一般计较。多谢国师大人。你那个弓弩拿出来给我看看。沈余年对他伸出了手，花锦月赶紧狗腿般从空间里掏出了连珠弩递给他。先做500个。没问题。但是怎么了？你想反悔？不是的，只是我家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我哥哥上学要花很多钱的，你说我来你这儿做工谁赚钱呢？这没有钱我家温饱都成了问题。所以国师您看看要不要给点工钱啊？没问题，只要你做得好，钱不会亏待你。人有欲望才更好拿捏。沈余年不怕他贪财，越贪财越好掌控。谢谢国师大人。一会跟白家领1000两定金，事成后还有奖励。成啊！这妖僧虽然狗，但是倒挺大方的。谢谢国师大人。至于你答应帮本座偷一样东西，本座想好了再通知你。好的。琉璃塔呢？那个什么都可以给你，琉璃塔不行。你就当不知道行吗？你看，我知道你杀了秦王，你知道我偷了琉璃塔，咱们互相都有把柄，谁都不怕谁反水，这不是很公平吗？想让我帮你保守秘密也行。你的素包做得挺好吃，以后的午饭就归你了。也行。你也觉得我素包做得好吃啊？那你能不能跟白莲寺说一说，以后寺庙佛会的素包都归我呢？咱主打一个不吃亏，哈哈哈！若是能给自己揽个大单子，给这妖僧做点中午饭啥的，也不算是吃亏。你倒是不吃亏。那我就谢谢你了。你用妖法发出去多少本座的肖像？100张。你不是很会偷吗？那这100张肖像，你负责都给本座偷回来。月儿，你回来了，佛法学得怎么样？难得国师说你有慧根，愿意点化你，你可别偷懒，好好学。得了，理由都不用我自己找了。哥哥是国师的脑残粉，我若是跟别的男子共度一夜，哥哥不得炸了呀？换成国师，哥哥却欣然接受。不能说哥哥太单纯，是那妖僧太会迷惑人。是啊，国师和般若小师傅对我的素包很满意，说以后每个月佛会的素包都由咱们来做。真的？晚上，白甲秘密登门，送来了所有抢到国师肖像的百姓名单，上面有详细的地址。100张，我要偷到何年何月？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早知道就少发几张了。花锦月心虚地离开了家，这还是花锦月第一次来到国师府。
这个不要脸的妖僧，在自家供奉跟自己长得3分相似的佛像，真当自己是佛祖啦？据我打听啊，这妖僧就是佛门的俗家弟子，可没出家。听说前世有孽缘，今生入不了佛门。真不知是哪个妖精能受得了这个老狐狸，我就等着看他的笑话。心狠手辣的假和尚，又是杀秦王，又是造宫奴的，这没准儿是想要造反吧？哎，沈余年站在2楼，这女人内心戏怎么这么丰富？真不知道她到底在想什么，能做到瞬息间表情这么丰富。嗨，国师大人。有楼梯。哎呀，知道，但是我想走捷径，这样不浪费时间。花锦月忙活了一上午，沈余年便盯着他的手看了一上午。沈余年很喜欢看那双小手干活时飞快转动的样子，脑子里控制不住的想珍藏那双灵巧的手。白甲见自家主子盯着人家手看，便知道他老毛病又犯了，有些同情的看了花锦月一眼。哎呀，明天再画吧，我给你做包子去。为什么不下午接着画？哎，那可不行啊，你不能这么压榨工人的。我昨晚偷了1宿的画像，早晨就睡了3个时辰，下午不休息，你想累死我？我跟你说啊，我每天只能上午来，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敢跟我家国师大人这么说话的，反正我是没见过。主子不会一怒之下砍了他吧？正好他想要珍藏人家的手。好吧，上午就上午。啊？这就妥协了？我家主子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不过想想，昨日主子气势汹汹地回了白莲寺，我还以为主人要将这女人大卸8块呢，结果不但没杀，还让我给人家1000两。般若小师傅说这女人是主子的命中注定，难道是真的？那岂不就是我们未来的女主人？花锦月做完了中午饭就回家了，路过自家摊位，我孙女儿就是吃了你家的包子，突然不省人事，一定是你家包子有毒。大丫呀，你醒醒啊！你若是死了，奶奶也不活了。你胡说，我家包子怎么可能有毒啊？那么多人吃了我家包子都没事儿，偏你有事儿，你这不是讹人吗？小贱蹄子，我女儿就是在你这里吃出问题的，我要你给她偿命！哎，住手！这摊子是我的，你们有什么事情就冲着我来。好，既然你是这个摊子的主人，我女儿在你这儿吃出问题，你说怎么赔偿我们？我看看。你看什么？你说他吃了我家的包子，我总得看看真假，万一你撒谎了呢？趁着这个功夫，花锦月忽然俯身，一把钳住小女孩的下颚，从怀中掏出一个瓷瓶，然后塞到小姑娘的口中，迫使她咽下里面的液体。你干什么？我看了你孙女明明就是脱水，你们一家子好很多，这么小的孩子不给水喝，还来讹我。我刚才给他喂了水，信不信他马上就能醒来？切，管他是什么毒，不怕，老娘我有神仙水，轻松拿捏。你胡说！爹，看着突然悠悠睁开双眸的女儿，懵了，怎么会这样？他明明给他女儿喂的是砒霜，他怎么会醒过来？爹，我们这是在哪儿？看见了吗？你女儿不过是脱水了。你这当爹的连口水都舍不得给女儿喝，倒有脸是说给她买了个包子。我看你分明是想讹诈，再纠缠，我现在就送你们去官府评理。对，送官府去，欺人太甚。这姑娘在这摆摊这么久，我们天天买包子吃，从没出过事儿，怎么就你们家这么特殊呀？赶紧滚！拿亲女儿当幌子讹钱，简直不是东西。
我认得他，是陆家村的赵天柱，出了名的赌鬼，家里重男轻女的厉害，能给女儿买包子，这怕不是为了讹钱编的谎话吧？姑娘恕罪啊，是我糊涂了，我们这就走，这就走。啊，小姐，就这么让他们走了？哎呀，太便宜这对父女了！哎呀，刚才差点没把我这老婆子气背过去。哎，算了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嘛。逃得掉吗？今日之事明显就是有预谋的，到底是谁要害我？不会是沈余年吧？就是，我就说他们是来讹钱的，这种人就该揍一顿。月儿，你刚才真该拦着他们。渊儿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心里不满。刚才摊子出事时，秦大姐躲得比谁都远，连王婶子都不如。此刻倒来装硬气了。切，刚才人家闹得凶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出来说句话呀？现在人走了，你倒能耐了。哎，好啦，先干活吧。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别慌，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歪，谁也别想冤枉咱们。入夜后，花锦月悄悄地去了陆家村。老子明明给你这死丫头喂了砒霜，你怎么还活着？爹，别打了，别打了！我可是你的亲女儿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亲女儿？哼，一个赔钱货，连死都死不透，还老子拿不到酬金，我打死你这个废物！就是，留着也是浪费粮食，不如卖到窑子里去，还能换点钱给我大孙子买干粮呢。爹，不要！我求你了，别把我卖到那种地方。我以后一定听话，一定好好干活。滚开！住手！天下竟然有如此禽兽不如的父亲，虎毒尚且不食子，怎么下得去这种狠手？你是白天卖包子的姐姐？是我。就你一个人？对，就我一个人。对，就我一个人。收拾你，绰绰有余。你来做什么？我看你是活腻了。别废话，说是谁指使你们今天去讹我们的？不说清楚，今晚你们就别想好过。就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也敢在这里撒野？小美人儿，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今晚要是伺候不好爷，你就别想走出这个门。姐姐，你快逃，别管我！吃里扒外的贱人！快住手！别打了！救命啊！杀人了！连亲女儿都能下杀手，你这种畜生也配做人？大丫看着赵天柱渐渐没了声息，终于反应过来。姐姐，别打了，再打下去你会打死他的。怎么，你心疼他？不，我恨他入骨。可姐姐不能动手，杀人是要偿命的，您不能为这种畜生毁了自己的人生。放心，我若要取人性命，定会做得天衣无缝，断不会留下把柄。女侠饶命！女侠饶命啊！是我被猪油蒙了心，是我鬼迷心窍，我知道错了。说，谁指使你做的？我说，我都说。
是个女人，她给了我一包砒霜，还塞了10两银子，让我给姑娘您一个教训。10两银子，你就卖掉亲生女儿的命？什么样的女人？说不清楚，我今天就送你去见阎王。是个不到20的姑娘，长得挺好看的，左眼尾有颗红痣，还有点下兜齿，我就记得这些，求您饶命啊！他知道是谁了。本姑娘可不能平白受你的诬陷，得要赔我精神损失费。啊，精神损失费？您看，这些都给您，求您高抬贵手。就这点儿，不够。女侠，我真的没有了，除了这10两，我连个铜板都掏不出来呀。掏不出来？那就把你女儿卖给我，我让你选，是留在这儿，还是跟我走？我跟您走。好，我带你走，咱们再也不回这个地方了。你这个没良心的小贱人，老子养你这么大，你竟敢抛下我！你不配当我爹，你害死我娘，还要卖了我，你连禽兽都不如。你怎么，你不同意？同意，我同意。太好了，我终于逃出来了。等回到家时，咦，小姐，您什么时候出去的？我早起带马儿去兜风，路上碰到了这小姑娘，看她可怜，就把她给带回来了。这姑娘是哪里来的？你们问她是不是迷路了？这姑娘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哦，她不就是昨天躺在咱们摊位前那个男人的女儿吗？嘿，小姐，她爹那么坏，您怎么还把她带回来了呀？就是他的女儿，昨天他故意把大丫讹冤，想讹咱们的钱，没成想大丫醒了，他没讹到钱，回家就把大丫往死里打，还把他赶了出来，根本不认这个女儿。唉，可怜的孩子，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啊！天哪，怎么会有这么畜生的爹啊！求公子小姐收留我吧，我什么活都能干，只要给我一口饭吃就行，求求你们了。哎呀，哥哥，你就留下大丫吧，她真的是太可怜了，而且咱们家也缺人手，多个人多份力，好不好嘛？哎，你呀，真是拿你没办法。谢谢哥哥啊，哥哥你最好了。他拉着大丫进了屋。畜生，这可是他的亲生女儿，他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手？这真的是亲爹吗？怎么能对亲女儿下这么黑的手啊？没关系，以后他再也打不到我了。大丫认得这东西，正是靠着他，自己昨天才能从砒霜之毒里醒过来。这药是不是很贵？别浪费在我这样的人身上。没事儿，我这里还有很多呢。你就安心的在这儿住下，这里就是你的家。我家正好缺人手，你要是愿意留下帮忙，我还会付你工钱。这个是卖身契，你呀自己收着吧。我不要卖身契，也不要工钱，小姐，只要肯让我永远跟着你，我做牛做马都愿意。哎呀，你别这样，你不是任何人的奴隶，我没看轻你，你自己也不能作践自己。现在的你是自由身，想做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都由你自己决定。你只属于你自己，不属于任何人。他是自由的，他能属于自己。这句话像一道光，劈开了他15年暗无天日的生活，让他心头第一次燃起了对未来的期待。哎，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大丫。这名字确实有点普通。哎，你要不要换个新的？就当是庆祝你重获新生。求小姐帮我起一个。叫黎生，好不好？黎明的黎，生生不息的生。多谢小姐赐名。哎呀，你别动不动就跪，我们家可不行这个规矩。是。黎生。从今天起，我重生了，我再也不是赵家村这人打骂的卑贱如蝼蚁的大丫，我是一个拥有自由、拥有未来的、只属于自己的人。我叫黎生。放心，咱们不能平白受了这委屈。明天我就想办法把这个幕后主使给揪出来，让他付出代价。补了一觉，直到日上三竿才醒。想起还要给沈余年画图纸，沈余年见他一边打哈欠，一边萎靡不振地画着图纸。昨晚做什么坏事去了？怎么困成这样？关你啥事儿？这是乌龟掉进盐巴缸里了，跟你这小王八啊，闲完蛋了，没事干就盯着老娘看。他以为自己声音够小，却没料到这话一字不落地飘进了沈余年和白甲耳朵里。这位国师大人耳力远超常人，这女贼真的是胆大包天呐，竟敢当面骂主子，就不怕主子动怒把她抽筋扒皮吗？你说什么？本座没听清，你再说一遍。没什么。我是说，多谢国师大人关心，劳您挂心了。哦，是这样啊。可本座怎么听着，你说的是乌龟掉盐巴缸里，给小王八咸完蛋了呢？不是吧？这都能听见？我声音明明跟蚊子叫似的，这位难道是顺风耳转世？您肯定是听差了。不到1个时辰，花锦月就把图纸画完了，递给沈余年。你按这个图纸找工匠做就行了，零件大小、尺寸、材质都标清楚了。他将图纸递给白甲，目光却落在了花锦月放在桌上的笔上。你这是什么笔？怎么这么细？这是钢笔，你要是喜欢，就送给你了。多谢。哎呀，不客气，礼尚往来嘛。昨天我跟白护卫见了一匹黑马，我挺喜欢的。你若是实在过意不去，那马送我怎么样？我就知道，这小家伙不会这么好心。不过这钢笔确实奇特，用1匹马换，倒也值了。哎呀，我这还有1只呢，再换1匹马行不行？我哥还没有做齐呢，这个年纪的男孩子怎么能没有1匹好马呢？哼，你倒是会占便宜。切，不换就算了。换。那个国师大人，再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今天我家有点事儿，想早走一会儿，行不行啊？好。赵天柱见女煞神又来了，女侠，该说的我都说了，你饶我一命吧。花锦月懒得跟他废话，直接把他捆了，扔到另1匹马背上，骑着马就往郡王府去。到了郡王府门口，我找玉之言。小郡王不会见你的，赶紧走，别在这碍事。你说不见就不见，告诉玉之言，我是来跟他算账的，今天他必须得出来见我。玉之言正与陆凝瑶赏着花，他怎么又来了？哎，小郡王，您快去看看吧。他说您再不出去，他就说他背过您，摸过您的腹肌，还说您跟他有一腿。这女人竟能造出这种谣言，实在过分，岂有此理！之言哥哥，走过路过别错过啊！今日有大瓜爆料，
保证剪掉你们下巴。花锦月，原主都死了，这颗心还在为他的白月光跳，真没出息。你又要缠着之言哥哥是不是？花锦月，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是，老娘就是不要脸。脸给你，正好你没有。啊，之言哥哥，你看他这般没教养，活像个泼妇，快叫人把他赶走啊！请问花小姐，今日上门究竟有何贵干？花锦月，之言哥哥早就说过不喜欢你，你何必苦苦纠缠啊？纠缠你大爷！我今日是来算账的。哎呀，各位父老乡亲们，我是有名侯府的嫡女，也是大家常说的包子西施。昨日这男人受人指使给亲女儿喂砒霜，跑到我摊位前闹事，硬说是吃了我的包子中了毒。我带他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的主使。哎呀，说是花锦月找去镇北王府，他们大可让护卫把人打出去，可他偏偏闹到小郡王面前。要是让小郡王知道真相，会不会给小郡主退婚呀？花小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说，是谁指使你的？是他指使我的。他给了我10两银子和1瓶砒霜，让我毒死我女儿大丫，再去你摊位闹事。姑娘，求您饶了我吧，我是被主友蒙了心，只是知道错了，我也是被他教唆的呀。哼，这会儿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瑶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之言哥哥，我不知道啊，一定是他污蔑我。哼，污蔑你？长得好看，老娘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哪有空搭理你？我看你是土狗打嗝屎吃多了，满嘴喷粪。没才学可以学，长得丑可以化妆，心眼坏了，那真是没得治了。之言哥哥，这成天哥哥的叫，哎，你是不是要下蛋啊？哎呀，这姑娘骂人跟爆豆子似的，又狠又解气呀。大家也不瞎，瞧着陆宁瑶那心虚的模样，这事儿肯定跟他脱不了干系。可转念一想，陆宁瑶的父亲是苍月国唯一的异姓王，深受陛下器重，而花锦月只是个无父无母的侯府嫡女，她真能斗得过郡王府吗？众人都忍不住为她捏了把汗。你敢污蔑我家郡主，信不信我让顺天府来抓你？哎呀，癞蛤蟆打哈欠啊，好大的口气。大家都看到了，镇北王府和郡王府合起伙来欺负我，我父母双亡，没人撑腰，今日若是不明不白死了，肯定是被他们害的。求大家给我做个见证。我不认识这个人，大家千万别给他给骗了。啊，姑娘，你怎么能否认呢？明明是你给我20两银子让我这么干的，出了事儿你不能全都推到我头上啊！你少胡说八道了。钱在这儿呢，你要不要闻闻？上面还有你家小姐最喜欢的茉莉熏香。想否认啊？要不要看看这钱袋子的布料上好的血缎？京都怕是都没有几匹啊。要不要顺天府查查谁家有呢？宁瑶，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爱的女人明明善良的连地上的蚂蚁都不敢踩，怎么会买凶杀人陷害无辜呢？不，一定是哪里弄错了。是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陷害我对你有什么好处？那是一条人命啊，你怎么能这么恶毒呢？之言哥哥，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有关啊，之言哥哥，你一定要相信我。玉之言若是以为事情是他做的，会不会不再喜欢他了？
梅香，我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小姐，对不起，小姐，我知道错了，我就是看不惯这个贱人，总去纠缠小郡王。小郡王明明说过不喜欢他，他还不要脸色的往上凑，奴婢就是要给他个教训。切，你算是老几啊你啊？凭什么教训我？想教训我有本事你跟老娘单挑，搭上一个无辜女孩的性命，算什么啊？对不起啊，花锦月，是我没有管教好奴婢，我也没想到梅香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哎，你不去当厨子都可惜了，甩锅这么厉害。都是我不好，我知道你这次受委屈了，我会给你钱补偿你们的。人都死了，你拿什么补偿？在你心目中，除了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人，其他的人都不是人呗。人都死了，要你钱有屁用？触景生情，你呢就占2个字：畜生。花小姐骂得对，是我管教无方，让这狗奴才犯了大错。我回家后一定会好好教训他的。你也承认你管教无方啊？啊，这样吧，哎呀，看在你认错态度良好，你这狗奴才，我今日免费帮你教训一下。小姐，救我啊！鸟，你没事吧？志言哥哥，我真的不知道梅香会做出这样的事，他怎么能这么做呢？真是让我太失望了。鸟，我知道，你这么善良，一定与你无关。这一幕给花锦月看乐了，什么精彩绝艳的小郡王，原来是睁眼瞎呀！人他也打够了。切，玉之言，我算是看出来了，你眉毛下面挂俩蛋，光会眨眼不会看。这么简单拙劣的戏码都能把他哄得团团转，没有10级脑残都干不出来这事。你怎么能骂志言哥哥呢？你太过分了。得了吧啊，陆宁瑶，你上一边演去。上次百花宴，你指使花凌雪将我推入荷花池，差点淹死，我还没找你算账呢。这次啊，你又来，瞧着我脾气可好了是不是？次次都惯着你。什么百花宴啊？我不知道啊。志言哥哥，你别听他瞎说。你不就是害怕我抢走玉之言吗？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啊！就凭他喜欢你，他就是睁眼瞎。我花锦月看不上这种半残废。今日我就将话撂在这儿，我就是嫁猪嫁狗都不会嫁给玉之言，所以你以后离我远点，少来碰瓷。玉之言心里莫名一沉，看着花锦月那双冰冷决然的双眸，不知为何他的心空得厉害。不喜欢他，不再缠着他，不是他梦寐以求的吗？为什么听到他说这样的话，他的心忽然有些难过？玉之言觉得自己是疯了吧？啊，对了，陆宁瑶，你确实是教奴无方。你这丫头呢，为了中饱私囊，买的是假砒霜，所以昨天那小姑娘福大命大没死，也算是老天爷替你积德了。没死，居然没死！没死，花锦月在这嚣张什么？早知道那人没死，打死都不能承认啊！小二，志言哥哥，你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让梅香去做那样的事。我知道啊，我的瑶儿最善良了，怎么会做那样的事？一定是梅香自作主张。你放心，我已经将梅香和那个男人一起送去了顺天府。你将梅香送去了顺天府？你不会舍不得那个奴婢吧？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更何况是他一个奴才。瑶儿，这样的人
绝不能姑息养奸了。我怎么会呢？智妍哥哥，你做的是对的。乖，我就知道，瑶儿最通情达理了。今日之事，毕竟是咱们理亏。梅香是你的奴婢，犯了错，咱们也有责任，将她送去官府，也算是对花锦月的一个交代。我一会儿会派人给花锦月送些银子作为补偿，顺便给人家道个歉。我可是高高在上的郡主，他不过是一个卑贱的小傻子，竟然还将我骂得狗血淋头。玉之言没看到我被欺负了吗？他居然还要给他道歉，他怎么想的？难道玉之言真的被他的美色给蛊惑了？啊，那个小傻子好像有点不对劲啊，往日都是呆呆傻傻的，怎么突然变得嘴皮子这么溜的？骂人跟爆豆似的，他不仅骂我，还连玉之言都骂。他难道是想用这种方式引起玉之言的注意力啊？哼，这女人原来之前的痴傻都是装的，她怎么那么可恶？之言哥哥说的对，多谢之言哥哥为我考虑。花锦月在大树下坐了下来，靠着小白这个狼形靠椅，忍不住打起了瞌睡。玉之言下了马车，一眼就看到这样的画面。这一刻，他竟然情不自禁地想到岁月静好4个大字，想到以往那个整日画着大花脸死皮赖脸地跟在身后的小傻子，又看了看面前娇软可爱的小姑娘，他有些难以置信，这真的是一个人吗？要不是怕打扰他家主子睡觉，他都想咬他了。看什么看？没看过美女啊？你来做什么？找骂的吗？好呀，老娘刚睡醒，战斗力又恢复了。来呀来呀来呀，谁怕谁是孙子！就玉之言这样的文弱书生，我一个人能骂他一群。花小姐，我是来替瑶儿道歉的。切，道歉？道歉有用的话，要法律做什么？那砒霜是假的，若是真的，今日便是命案。你的道歉能换来活生生的一条命吗？花小姐说的对，是瑶儿没有管教好奴婢，让她酿成大错。我已经将梅香和那个男人都送去了顺天府，这也算是对你和那个小姑娘的交代。你就没有想过，也许陆宁瑶才是主谋，你怎么不将她一块送到顺天府去？舍不得吗？虚伪。花小姐，我知道你受了委屈，怀疑瑶儿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我敢保证，这事真的与瑶儿无关。她那么善良，不会做这样的事。好吧，是我多管闲事了。玉之言就是个睁眼瞎，人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关我屁事。你们俩呢，就百年好合去吧，傻逼。请你接受我的道歉，这些是给你的补偿。然而他没想到，面对100两，花锦月连眼风都没撩一下。我不接受你的道歉。你还是拿着吧。区区100两而已，如今他这摊位赚了钱，哥哥上了学，又在冯家偷了一笔，还有国师给他发工资，瞧得上他这100两了。侮辱谁呢？昨日若我是个软弱的，受了那人的诬陷，我的名声臭了不说，还得要摊上命案，估计要以死抵罪吧。我家这唯一的经济来源便是断了，那些靠着我赚工钱的人也失去了工作，他们怎么养家？我哥没了经济来源还怎么上学？我哥和渊儿失去了我，他们会去难过死的。你说我凭什么原谅你们？收起你那100两吧，太恶心人了。对不起，我不求你的原谅，只想给点补偿。我有手有脚，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不需要你的施舍。哎呦，花小姐，见好就收吧，我家小郡王已经跟你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住口！小郡王，别白费力气了，你的道歉在我这儿一文不值，你若真是过意不去，
就将这钱给大丫吧。那个是赵天柱的女儿，因为你们，她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好，多谢花小姐，我知道了。玉之言拿着钱走向黎生。小郡王，这钱您收回去吧。这只是本郡王的一点心意。不，我若是接收了你的钱，就等于原谅了做坏事的人，可是他不值得原谅。不过，我要感谢他。若不是他，我不会遇见小姐。我父亲整日打骂我，甚至想将我卖进青楼。我这条命，早晚都是要没的。可是因为他，我遇见了小姐，她帮我打抱不平，惩治坏人，还收留了我，给了我一个家。这是我这一生最幸运的事。所以，我感谢那个差点将我害死的人。花锦月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居然做了这么多。他热烈、温暖、倔强，却又炙热的让人自惭形秽。玉之言默默地收回了手，再也不好意在此逗留，失魂落魄地离开了。花锦月对黎生摆了摆手，黎生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此刻的表情像极了求表扬的小白。你傻呀，给你钱怎么不要？有了这100两，你的嫁妆就不用愁了。小姐不稀罕，黎生也不稀罕。黎生不想嫁人，就跟着小姐，这辈子都不嫁，所以不需要嫁妆。你跟着我做什么？我又不是男人，娶不了你。不，黎生只喜欢小姐，生是小姐的人，死是小姐的鬼。哎，别，我搞百合，我喜欢帅哥。玉儿一回头看到新来的小丫头竟然如此粘人，顿时有些酸了，扔下包子也凑了过来。人家也喜欢小姐嘛。哎呀，瞧瞧，我这万人迷的属性啊，可真的是没治了。已经到了中午，可是花锦月却迟迟没有回来。那丫头怎么还没来？白甲将花锦月今日的行踪报告给了沈余年。沈余年在听到花锦月那些奇葩的骂人话，嘴角抽了抽。他有时候会怀疑，这丫头是吃什么长大的？骂人好像从来不会词穷，溜得让人瞠目结舌。他倒是胆子大，连镇北侯府和小郡王府的人都敢得罪。听说那丫头以前是花痴，喜欢过誉之言。啊，这我要怎么回答？要实话实说吗？颇热小主持说过，花小姐大概就是主子的情节。那按理来说，玉之言就是主子的情敌了。所以我到底要不要说呀？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看出来，主子有半分喜欢花锦月，但是之前不是恨得牙根痒痒，说要弄死的吗？这才几天呢，二人就相安无事了。这妖女果然是有点道行在身上的。你愣着做什么？问你话呢。传闻是有这么回事，不过传闻不可信。哼，本座又不是没见过他追在人家后面跑的花痴样。不过那个痴痴傻傻的小花痴跟现在这个鬼马精灵的小狐狸可不像是同一个人。花小姐今日有些忙，估计会来晚一些，属下叫厨房先给您送点糕点。去看看她在忙活什么。白甲赶紧命人去打探，不到片刻，那名赤月卫就走了回来。怎么回事？花小姐今天家里聚餐，所以没空过来给国师大人蒸包子。这是她让我给国师大人带来的午膳，说是随便炒了几个小菜，让国师对付吃一顿。主子，您看这，您还吃吗？大胆妖女啊，竟然敢让国师大人对付一顿，脑袋不想要了吧？拿了吧。花小姐说了，这4道菜分别叫地三鲜、土豆饼、老醋4样、火爆大头菜，那饭叫八宝饭。沈余年看着不知不觉全被他吃光的4盘菜，愣了下，
我竟然能一次吃这么多。今天主子的胃口看起来比昨天还要好。沈余年愣了下，蹙眉。这妖女既然会做这么多东西，可是每天就知道给她做包子。若不是今天她让人送来了这些菜，她都不知道她还会做别的。哼，态度真敷衍。去告诉她，其余的所有画像务必在5天之内全部偷回来。白甲派人将这话传给了花锦月。天杀的，我还有80张没偷呢！5天，累死我算了。看来今晚上又不用睡了。到了中午，花锦月还是乖乖给人家做饭去了。昨天还有4样菜，今天就只做包子，糊弄谁呢？抬眸看了一眼，双手托腮，坐在桌子旁睡得跟小鸡啄米似的花锦月，睡得没心没肺，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算了，还是别叫他了，对付一顿吧。这得是放了多少盐，想齁死我吗？小坏蛋，一肚子坏水。那个杀千刀的谋杀！你吐我干啥？想谋财害命啊！睡成死猪了，不推你，早摔地上了。啊，是吗？多谢国师大人。哼，你想害我？天地良心啊！我对国师大人忠心耿耿，跟对我的钱袋子一样亲，我咋会害您呢？哼，先尝尝你自己的杰作吧。我包子咋啦？我天！我这是盐罐子倒了吧，咸的能齁死鱼了。那个，我今天太困了，可能放了2遍盐，要不我重新给您做？算了，就做昨天那4样菜。昨天那菜啊，那可就是另外的价钱了。我没记错的话，你给我做午膳，是为了让我帮你瞒住盗琉璃塔的事吧？对啊，我答应的是每天给您做素包，可没说做别的。包子多省事儿，煎炒烹炸那多费劲儿，这加钱很合理的嘛。大意了，居然被这小东西钻了空子。你这小财迷，是掉钱眼里了吧？3句话不离钱。我也没办法呀，谁叫我家穷的都快揭不开锅了。好不容易抱上国师的大腿，必须可劲的薅羊毛啊！哼，想拿捏我，没门儿！在这跟我哭穷的好意思吗？他在冯家盗的宝贝，够他家吃3年的吧？说吧，要多少？不多，1个月200两。你可真敢狮子大开口。那100两就行了吧？你是镶金边的厨子，100两，够请30个厨子了。别的厨子会做我这手艺吗？别的厨子做的菜您爱吃吗？哼，不乐意就算了，明天您还吃包子吧你。好，100两。哎呀，国师大人放心，从明天起，您的膳食小的变着花样的给您做，保证7天不重样。那国师大人，您尝尝这个拔丝地瓜，能甜到您的心坎里；还有这个鲜蘑，要蘸着料吃啊。这个羹有点烫，您慢点喝。沈余年以为花锦月拿着筷子是为了给自己布菜，却没成想他给自己夹着夹着就往自己嘴里塞。吃啊！这凉了就不好吃了，快吃！大概是花锦月吃得太香，看着就让人觉得下饭。沈余年今日吃的也比往日多些，
自从沈余年发现花锦月十分下饭后，便允许他每天中午与他一同用膳。好不容易把妖僧的100张画像偷回来，花锦月刚沾到枕头就被敲门声吵醒。谁啊？花小姐，国师有请。我请你大爷的！半夜3更不睡觉，这老逼当时眼有神吗？这还让不让人活了？我总觉得老壁灯不是什么好词儿。去不了。就他牛逼，老娘是他雇的牛马呢，这么压榨人，信不信老娘撂挑子不干了？再不让老娘睡，老娘一泼屎呼他脸上，砸不死他也臭死他！沈余年，老娘诅咒你出门掉水坑，上茅厕忘带纸，这辈子都吃不上4个菜！我就是扒了你的衣服，抹了你几把，亲了你几下吗？这么记仇，小气巴拉的狗东西！我看你就是故意整老娘！那么喜欢做和尚，信不信老娘让你做秃头小宝贝，将你扒了，把你下面的毛都给剃光光？信不信老娘把你阉了，让你做个阉人？信不信我这……你奶奶个熊，你个鳖孙，王八羔子！这话，我到底要不要转告国师啊？被自家小姐吵醒的，以为进贼了。小姐，你咋能骂国师啊？你这是大逆不道啊！白甲回眸，对渊儿礼貌地点了点头。天哪，竟然是天天跟在国师身边的那个威风凛凛的护卫驼木灵，他在跟我说话耶！嗨，贾护卫晚上好。花小姐，国师有请。好的。是国师大人要传授民女佛法吗？啊，民女这就去。渊儿，我去就回哈，有贾护卫保护我，你不用担心人家的啦。小姐，我刚才好像听见你在骂国师。哎呀，听错了吗你？我怎么可能骂人人敬爱的国师大人呢？我刚才是在做梦，说的是梦话。不是，这话您自个儿信呐？刚才也不知是谁骂的那么起劲儿，恨不得将国师的祖宗18代都问候一遍。啊？听错了？不能吧？我听你叫国师名字了。风大，你就是听错了。好吧，小姐说我听错，就听错吧。那个，我去就回啊，你在家好好看家。好吧。死嘴，让你见。怎么办啊？老逼灯若知道我在背后骂他，不得要杀了我呀！贾护卫，我刚才做噩梦了，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吧？好家伙，这是打算死不承认呗？白甲看着他那双水汪汪的眸子，突然没来由的心软，甚至想到了自家妹子小时候淘气闯祸怕挨骂时也是这副可怜模样。花小姐虽然毒舌武力值爆表，但是不说话时是真的很可爱，也难怪国师大人都被她蛊惑了。算了，一个小姑娘而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回花小姐，白甲什么都没有听见。谢谢白甲大哥。本以为要去国师府，结果白甲带着他骑上马，直接去了深山。白甲大哥，你莫不是受了国师指使，将我骗到荒郊野外，然后杀我灭口吧？不是，花小姐。国师，您找我？花小姐答应过要帮本座偷件东西，你不会反悔吧？那是自然，还以为是多大的事儿呢，这个我擅长。不过这深山野岭的有啥好偷的呀？让我偷几棵珍贵的树木，偷一只野兽？不会吧，这么大才小？
这么多，都能吃下吗？真他妈的吃，谁能吃得进去这玩意儿？吃不下也没关系，下次再来，咱们可以分批吃，直到全部运走。这是在逼我狼狈为奸呀！偷了这些东西，他算是彻底上了他的贼船了，以后就说不清了。哎呀！花锦月突然捂住肚子，抬脚就要溜。想想你哥哥，你大爷的，就知道拿哥哥威胁我，个黑心肝儿的黑莲花！亲爱的国师大人，我突然这肚子又不痛了，我可以全都吃下。乖，吃吧。这是什么深渊巨口，还真能吞下。走吧。这双手他想摸很久了，终于如愿以偿，手指微不可见地摩挲着花锦月的手背，滑腻的感觉让他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沈余年并不觉得自己会对一个女人动心，他只是喜欢她的手而已。不是，走就走呗，你拉我的小手手干啥？怪不好意思。沈余年自然是怕他跑了，毕竟一肚子武器呢，他现在是一刻都不敢松手，生怕到手的鸭子飞了。我去，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这发展也太迅速了吧！主子，事儿成了吗？白甲见沈余年点了下头，瞬间激动的眼睛都亮了。我能问一下，咱们刚才偷的是谁的东西吗？晋王的。杀了晋王，抢了晋王的武器库，沈余年下一步是不是要干死太子，灭了老皇上，自己称帝？我就知道这老邓野心不小啊！之所以告诉我偷的是晋王的东西，恐怕是想要威胁我。我们已经是一条船上的人，我休想独善其身，终究是上了贼船。妖僧心眼子也忒多了，我玩不过。花锦月一把甩开沈余年的手，翻身上马，手中的滑腻突然消失，沈余年的心莫名的空了一块，随即蹙眉，竟然旋身而起，落在了他身后。白甲虽然知道他是为了保护那一肚子武器，但是看到自家那向来洁癖，从不允许别人靠近半分的主子，怀里搂着一个姑娘，心里还是震撼的翻江倒海。喂，你不会是贪图我的美色吧？哼，你想多了，本座一心向佛。妖僧，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一心向佛的人会杀人不眨眼，会捣鼓人家造反，会偷人家的武器库。那你下去，我不习惯跟别人一匹马。那不行，本座怕你丢了。骏马奔驰，怀里搂着的东西娇软馨香，让沈余年控制不住的心里有些凌乱。他赶紧屏住呼吸，心里默念清心咒。花锦月不知道他在念什么，就知道这一路上他叽里咕噜的神烦，恨不得一脚将他踹下去。多么大逆不道的事都敢干，这会儿又装起了和珅念经了，虚不虚伪啊？出了山，沈余年勒住马，想了下，忽然解开了自己的腰带。哎，你别脱啊，要脱咱俩也得找个没人的地方。白甲还在这儿呢，您就不能矜持点？这是路上，难不成他要跟我玩马阵？咦，妈妈耶，这也太刺激了吧！沈余年愣了一瞬，随即反应过来，耳根一红，深吸一口气。你这脑袋天天装的都是什么废料？下一秒，腰带落到了花锦月的眼睛上。好你个狗东西，这是要去藏东西的地方，不得不带我去，还怕我知小弟弟，所以蒙住我眼睛。咋心眼子这都让你给长了？你是属蜂窝煤的吗？什么？心眼子这么多。哼，你心眼少。到了地上，哎呀！
别耍花样。可是人家脚崴了，走不动了，怎么办？这小东西开始跟我较上劲儿了，莫不是想独吞了这些武器？他就不怕我弄死他？国师大人抱抱，人家是真的走不动了。做梦！你不抱我，那我就不走了。花锦月耍赖的要坐在地上，白甲见自家主子不高兴，本想说他来，谁知不等他开口，便见主子一把将人抱起。哼哼，您这身体比嘴诚实。东西交出来吧。那个，我把东西给你，你别杀我。不杀你。撒谎，死全家。好，死全家。那个，我可告诉你啊，那个连珠弩只有我能组装上，别人白费。废话真多，舍不得杀你的。放心，花锦月是被沈余年亲自送回来的，临走时扔给他一个小东西。哎呦喂，谢谢国师大人。奖励你的。躺在床上却再也睡不着了。所以沈余年到底是想要做什么？蛊惑秦王造反，又反杀，如今又偷了晋王的武器库。不过这只小金狗倒是做工精美，雕刻的惟妙惟肖。这老狐狸还挺细心的嘛。回到府里，今晚你去找他，他有没有不高兴？没有。属下该死。所以他到底说什么了？他说，他到底说本座什么了？他骂您。哼，怎么骂的？有点脏，属下说不出口。说。他骂您鳖孙王八羔子，还说。白甲越说声音越小，有点不敢说。他倒是什么都敢骂，还骂什么了？本座要听详细的。他说就您牛逼，压榨他，他诅咒你出门掉水坑，上茅厕忘带纸，这辈子都吃不上4个菜。他还说不就是扒了您衣服，亲了您，摸了您的鸡，说鸡不说八。他还说你小气巴拉的是狗东西，说您故意整他不让他睡觉，还说要一泡屎呼您脸上，说您那么喜欢做和尚，他要您做秃头小宝贝儿，将您给扒了，把你下面的毛都给剃光光。第二天，花锦月上班时格外的有精神。不过沈余年今天为什么一直在看他呀？他脸上有脏东西吗？他那是什么眼神？有点不高兴，嫌弃，不可思议，什么奇奇怪怪的表情？怎么让他觉得脊背有点凉飕飕的呢？他得罪他了吗？明明昨晚他还在卖力的加班工作，他还表扬了他的呀。完全不知道被白甲出卖的花锦月撇撇嘴，专心组装手中的东西。嘿嘿，你学不会的，我做饭去啦。沈余年气笑了，视线落在了他腰间的小金狗上。可喜欢？喜欢，但是这玩意儿还不足以勾引我。哦，那什么能勾引到你？哼哼哼，你猜？他还敢下棋，荒唐，不要脸！腹肌挺有手感，说是再给我摸一摸，说不定我会答应教教他怎么组装。他果然想摸我的鸡，做梦！哼，想都不要想。这家伙难道还会读心术吗？小气巴拉的，不让摸就不摸呗，多大点事儿。
想要本座出卖色相，你还没有那个本事。补了一觉，让黎生陪他去了趟锦绣坊。你这丫头来的倒是及时。哎呀，不及时不行啊！我哥哥那些同窗天天在催。手感不错。哎呦喂，你这死丫头可真不吃亏啊！老娘的便宜你都敢占。那是娇姐啊，人比花娇，臀比骨俏，咱俩天下第一好。你这小嘴甜的嘞！你若是男人，不知有多少小姑娘要被你骗了去。我是小姑娘也可以骗人啊，凭什么姑娘就要被男人骗，女人就不能骗男人吗？姑娘我啊，就喜欢骗男人，我能将他们迷得神魂颠倒，茶饭不思，我还能做时间管理大师，上午骗小奶狗，下午逗溜小狼狗，晚上呢还能抽空陪情哥哥看星星。真的假的？那必须的，别小看我啊，我看过的男人可多了，什么九头身、八块腹肌、大长腿的。哎，给你说个秘密，我连国师的裤子都扒过。嘘，小声点儿，脑袋不要拉。国师的谣你也敢造？哎，你看你咋还不信呢？我跟你说啊，沈余年那人就看着正经，其实啊也是个不禁撩的。你信不信我勾勾手指，他就能为我破戒？丫头，你能轻点吹吗？我这棚不结实。没良心的小东西，刚才还说跟我天下第一好，就这么不信任我？啊，娇姐，你这话就不对了，我自然是信任你的，不过呢，亲兄弟还得明算账的，一码归一码。小姐，若是你信得过，我帮你记啊。你识字？识得一些。以前哥哥不喜欢读书，经常逃学，家里为了让他好好读书，就让我每天守在窗户下监督他。我喜欢听夫子讲课，就偷偷地跟夫子学，用树枝在地上写。好，你写。紫色双肩包25个，红色刺绣绣牡丹的包是17个，白色绿色绣月亮的13个，黑色绣麒麟的9个。怎么样，月儿妹妹对我们锦绣坊的手艺满意吗？满意。那好，一会儿我让人帮你送到书院去。谢谢娇姐。我一会儿跟那些学子们说，书包都是出自锦绣坊，让他们以后再有想要做书包的，就来锦绣坊找你做，钱你收着，然后我们月底再来分账。你就不怕我在账目上作假？嗨，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相信你的人品。你这小姑娘倒是有胆魄又大气，我瞧你比那些男人说话都爽快。娇姐放心，这生意也不会只做这100单的，咱们的好运气在后面呢，信我啊。我信你。娇姐，能求你一件事情吗？什么事儿？我想把我这丫头留在你店里。不是让她来监视你的，这丫头聪明着呢，还识字，我想让她跟着你这儿的账房先生学一学，看看账本，闲下来也能帮着你打打杂。哎呀，实不相瞒，我在你这斜对面盘了个铺子，以后呢想让她帮我管账，提前学学管理。管账？我家小姐竟然想让我管账，我行吗？姑娘皮肤黝黑，手指上还带着脖锦，瞧着实在不像是多精明的样子。这点小事没问题。只是他万万没料到，短短1个月，黎生竟跟开了窍似的进步飞快。临走时，他都恨不得高薪挖角了。这花锦月的眼光怎么就那么毒？到底是谁说的花家嫡女傻的？这分明精得像猴。听说你做的书包在学院里很受欢迎。国师大人消息还挺灵通的嘛。你这些点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哎，国师大人，这你就不地道了吧？
您的秘密也不少，比如您那书房里锁着的兵书，比如您私下里调阅的边境布防图，我都没去追问呢，您怎么反倒是打听起了别人的秘密了？这丫头真是长了800个心眼子，不仅不接话，还反将了我一军，连我私下里的动作都摸得门清。看来想把她收归己用，怕是得下点真功夫。我800个心眼子，他心眼少，他何止是800个心眼子，那心眼子都能赶得上蜂窝煤了。哦，不是骰子，密密麻麻的，连针都插不进去。转眼又到中午，花锦月打了个哈欠，起身时当着沈余年的面毫无形象地扭了扭腰。不知羞，这女人又在勾引我，我才不上当。阿弥陀佛。自从花小姐来了，主子这亲心咒就跟长在嘴边似的。有时候我都想要劝一句，主子，实在忍不住您就从了吧。毕竟般若小师傅的占卜术还从没失过手呢。以他的手速，500个连珠弩再有半个多月就能组装完，到时候他就再也不用看沈余年的脸色了。对了，还有午饭的事。他打算跟沈余年商量下，以后不一定天天有空去他那儿，要是没时间就在家做好让人送过去。再说他现在也不差钱了，沈余年要是不同意，大不了一拍两散。哎呀，还好小店马上就要装修好了，不然再出摊子可要遭罪了。哇，这是哪里来的小团子啊？虽说小脸沾了灰，可那五官精致的过分，小脸脏兮兮的，长而卷翘的睫毛像小扇子似的，肉嘟嘟的小嘴巴粉嫩嫩的，像刚剥了壳的樱桃，还有圆乎乎的小包子脸，看着就让人想要伸手捏一把。天哪，这也太可爱了吧！姐姐，你长得好漂亮啊！天哪，小宝贝竟然夸我漂亮，这谁能顶得住啊？是不是饿了，小乖乖？那快吃一个。姐姐，我没钱。吃吧，姐姐啊不收你钱。谢谢姐姐。哇，真好吃！怎么会有这么招人疼的小娃娃？这是谁家的崽啊？好想找个麻袋把它藏起来。小可爱，你喜欢什么颜色的麻袋？姐姐想偷你。没吃饱吧？再来一个。不，我吃一个就够了。可以。卖报纸喽！卖报纸喽！嘿，这小和尚哪儿来的？哼，长得可真俊呐！我没有家人，我是和尚。那你是哪个庙里的？我是很远来的和尚，被人拐到这儿的。我是偷偷逃出来的。姐姐，你怎么啦？小可爱，那你现在是不是无家可归了？那你愿不愿意跟姐姐回家？我就知道，捡完狗捡姑娘，只有开始捡小和尚了。跟姐姐回家，姐姐每天都给你小包子，好不好？我就溜出来玩的，居然被漂亮姐姐收养了。嘿，那老家伙要是知道了，肯定要嫉妒我。果然，可爱的人就是有实力。姐姐，真的可以吗？可以。小姐，咱们不该先把她送回寺庙吗？不要，姐姐。姐姐，我师父很凶的，会打人屁屁。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做和尚，我想吃肉。离吃上肉的日子不远了。老东西，本住持要还俗了。好，那姐姐就做主啊，收养你啦。什么猫啊、狗啊、大熊兽我都养过，唯独没养过人类幼崽。哎呀，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
如愿以偿了。晚上回家时，月儿，你还没成亲，师傅养个小男孩不太好吧？哥，他说他师傅超凶，逼他做和尚还打屁股，这不是虐待小孩吗？而且他是被人贩子拐来的，连自己是哪个庙都不记得。你看他多可怜啊，咱们就收留他吧。哎呀，别闹，那是孩子，不是玩具，哪能你说养就养啊？哥哥，求求你了。可是，大哥哥，我吃的很少，很听话的，求大哥哥不要赶我走。哥哥，你看他多可怜呀，你忍心赶他走吗？哎，好吧，那就先暂时留下。哎呀，等休末了就四处问问，要是找到孩子的寺庙，还是得送回去；要是找不到，那便留下。妹妹这么喜欢，左右不过多双筷子。谢谢哥哥。终于能跟漂亮姐姐在一起啦，简直太棒了！张娘姐姐，我真的可以留下来吗？那我是不是可以每天跟大狗狗玩？是不是每天都能吃姐姐的小包子？是的，是的，你以后就是我的啦。哦，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啊？糟了，我总不能说我叫般若吧，那岂不是暴露了？我就叫小和尚啊。那姐姐给你起个名字好不好？好啊，好啊。白莲寺的小和尚叫般若，那你就叫波强吧。波强？为什么要叫波强呢？本宝宝不喜欢啊。算了，姐姐起的，我勉强接受吧。小可爱，喜不喜欢你的新名字啊？姐姐可是想了好久，才想出个比白莲寺小住持还厉害的名字。喜欢。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搬墙就搬墙吧。真乖。吃过晚饭，姐姐有礼物送给波波哦。什么礼物？当当当！般若看着毛茸茸黄澄澄的帽子，眼底一喜，随即愣住了。那个你不喜欢吗？抱歉啊，要不改天姐姐再送你别的。喜欢的。这是咋了呀？咋觉得小可爱有点难过呢？姐姐，小鸭子帽子真的很漂亮，可是小鸭子被拔了毛多伤心呀！姐姐下次不要这样了。你不会以为是姐姐是拔毛怪吧？这帽子上面的毛毛是染色的假毛毛，不是小鸭子的毛啊。姐姐，快看看我漂不漂亮？巨漂亮，超级无敌可爱。我是小鸭子，嘎嘎嘎！我是超级无敌可爱的小鸭子。正在休息的小白被小东西吵得脑壳疼，嗷的一声嚎叫。欠揍啊！我算看出来了，我的家庭地位又下降了。原本小绿第一，我第二的，来了个小强，我只能排第三了。为什么我争不过小蛇，还争不过一只没用的小鸭子？主人太偏心了。看着眼泪一对一双的般若，别哭，小白不咬人的，别怕啊，他以后就是你的好朋友了。切，就这没我腿高的小不点儿，也配做我雪狼王的朋友？哇，好威风的大狗啊！我要是骑着小白上街，肯定是整条街最酷最靓的仔。可是坏狗狗好凶啊！哎呀，它还敢冲我呲牙，可恶！可是小白不喜欢人家呢，它好凶啊！姐姐，你看它瞪我，
是不是我不够可爱？哎呀，你个小绿茶，你个告状精，信不信就你这样软乎乎的小团子，本狼王一口一个。在花锦月看不到的视线里，般若挑衅地对小白坏笑。他有姐姐撑腰，才不怕这个坏狗狗。小白，你不可以这样哦。波波以后就是你的弟弟，你要温顺一些。神他娘的弟弟，愚蠢的人类哪里配做我雪狼王的弟弟？听到没有？花锦月见他不服，一个电炮。听见了，听见了，野蛮的女人就知道凶我。有本事你在妖僧面前也这么厉害啊？还不是被人欺负的只能哼哼。别怕，姐姐带你摸摸它。它不会咬我吧？不会。小白是乖狗狗，脾气好得很。小白闭眼睛装死。真的好乖啊！愚蠢的人类幼崽，竟然敢骑我！哼，想骑我没门儿！好啦，回去睡觉啦，明天再玩。不跟臭烘烘的大狗玩了，人家要跟香香软软的小姐姐睡觉去喽。小绿茶，你回来！有本事你回来呀！啊，姐姐不会是要给人家洗澡澡吧？那我岂不是要脱光光了？洗澡喽！你这小肚皮啊，跟装了个皮球似的。姐姐，我还是自己来吧。豆芽大的小东西啊，你还知道害羞啦？花锦月趁他不注意，一把扯下裤子，把人抱进澡盆里。哟，你还敢偷袭姐姐？好啊，敢跟姐姐打水仗，看我怎么收拾你！哼哼，让你调皮，哈哈，变成小水怪了吧？哼，看我的厉害！哎呀，好了好了，别玩了啊！姐姐给你变个戏法。花锦月掏出沐浴露，往水里滴了2滴，满盆的泡泡神奇般的冒出来。姐姐，这个好神奇啊！我爱洗澡，皮肤好好，啦啦啦！洗澡皮肤好。姐姐，你是仙女吗？那是，姐姐还能变出更多神奇的东西呢，以后你就知道啦。原来姐姐真的是仙女呢，那我师父岂不是要娶个仙女做媳妇儿？哇，老东西命也太好了吧！般若忽然想让他师父快点将仙女姐姐娶回家，这样他一辈子都有泡泡玩了。姐姐，泡泡别扔好不好？我明天还想玩。放心吧，以后每天都有泡泡玩。乖乖坐在床上让花锦月擦脑袋。洗过澡的般若浑身香香的。天哪，漂亮姐姐亲我了！我要跟师父炫耀，仙女姐姐的尾是香香的，我有仙女姐姐的亲亲，师父没有。姐姐的枕头是香香的，今晚我能跟漂亮姐姐一起睡，真是太棒了。妹妹，还是让波波跟我睡吧。我不能跟漂亮姐姐一起睡了。坏哥哥为什么要过来捣乱？麻烦哥哥了。跟哥哥客气什么？波波毕竟是男孩子，洗澡这种事，以后还是我来吧。好，都听哥哥的。唉，完了，明天不能跟姐姐打水仗了。敢不敢一个人睡？有什么不敢的？我从小就一个人睡，师父那冷冰冰的性子可不会哄我睡觉。他把般若送到空房间，看着小团子自己钻进被窝，乖乖闭上眼睛，才转身离开。国师府，这小子哪个月不偷溜出去玩几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般若小师傅他被花锦月给收养了，今晚睡在永明侯府。你说什么？
沈余年冷冷地站在床前，到处乱跑什么？我当初怎么就心软了？答应你父亲留下这么个闹哄哄的烦人精，自己什么身份心里没数，就不怕你的那些族人将你给抓回去，还敢跑到小妖女这里来？就你这么大点的，都不够那头雪狼塞牙缝的，一天天的没心没肺的，信不信我将你扔在这儿，从此再也不管你？别闹，坏师傅！小没良心的，你给我醒醒！别来我，娘娘姐姐，人家还没睡够。心真够大的，就不怕人家将他给卖了？沈余年无奈地将小团子扛在肩膀上，忽然听到外面传来脚步声。那哥哥吃点水果。乖，你早点休息，不用管我，哥哥真的不需要你照顾。哥哥别这么辛苦，咱们家现在也不缺钱，不一定非要考什么状元的。月儿不盼望哥哥能出人头地，只希望你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哥哥知道了。那我回去了。出了花星辰的门，花锦月来到隔壁的屋子，看到床上躺着的小身影，笑了笑，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他怎么还不走？花锦月在我面前向来都是狡诈阴险，令人捉摸不透，像现在这样温柔的模样，我还是头一次见识过。难道他喜欢这小东西？小乖乖，晚安喽。白甲见自家主子空手走了出来。主子，颇惹小师傅呢？不要了。啊？不会吧？姐姐早上好。早啊，小波波。那个月儿啊，不是大姐说你，你看你一个姑娘家的，养一个孩子，别人会说三道四的。没事儿，大姐，我这个人脸皮厚，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坏人，长舌妇。大姐不是这个意思。月儿，我就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看我成亲4年也没个孩子，不如你将这孩子给我吧。你放心，我一定会将这孩子养得白白胖胖的。漂亮姐姐不会将我给送人吧？我家小姐很喜欢小般若的，这钱大姐怎么脸这么大，张口就要？平日里贪点小便宜，偶尔往家里拿个包子什么的就算了，现在都要上人了，哼，是不是太过分了？般若整个人都不好了，生怕花锦月会将他送人，伸手弱弱地拉了拉花锦月的袖子，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可怜兮兮的。钱大姐，波波是人不是东西，不能随意赠送，这样的话以后不要再说了。嘿，姐姐对我真好，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啊？般若看了一眼不远处的秦大姐。本本掐指一算，那个大妈她是坏人，她会背叛你，你小心一点。没看出来我们的小波波还是个小神棍呢。好啦，姐姐知道了，不会将你给他的。花锦月并未在意，以为这小孩子只是怕被送人而已。波波啊，姐姐呢要去国师府，你要不要跟姐姐一起去啊？姐姐，我可不可以不去？我喜欢小白，想跟小白在一起。被师傅发现会把他抓回去打。般若还没玩够，不想走，他舍不得漂亮姐姐。也行，那你呢就跟月儿和小白去卖包子吧。花锦月在组装连珠弩的时候，我就不明白这女人到底有什么魔力，怎么那小东西这么喜欢她，千辛万苦的溜出去，想方设法的留在她身边。明明之前般若只喜欢我的。干啥用这种冷酷的眼神看我？我是抢他东西了，还是抱他家孩子跳井了？什么仇什么怨，有病！
沈余年忽然无声冷笑，前年砸了他3方端砚，去年撕了他2卷蓝叶集序的拓本，上月还把御赐的东珠撒得满院子都是，一天到晚叽叽喳喳的像只装了发条的小麻雀，烦得他夜里都能梦到这小子尿了他一身的模样。我倒要看看这俩活宝啥时候闹到鸡飞狗跳，反目成仇。这次要让那小崽子哭着回来求我，这次绝对不惯着他，非得把他小屁股打红，让他长长记性。离家出走的戏码都快被那臭小子玩包浆了，是我以前太纵容他了，才让他无法无天。这次我偏不去找，就得让这小子吃点苦头，看他怎么收场。花锦月可猜不到沈余年这满脑子的算盘，他正跟一堆连珠弩零件死磕，手里的活儿忙得热火朝天，眼前突然咚的落下个锃亮完好的连珠弩。这是你装的？不然啊！这个变态的老狐狸！上学这玩意儿学了1个月，我手把手教了10多遍才会，你居然看2天就悟了！早知道就应该技不外露，将这妖僧赶远点。这老狐狸怕不是长了8只眼睛，怎么比我家隔壁偷鸡的黄鼠狼还精呢？喂，你这不讲武德的偷师贼！雕虫小技，一个小玩意而已，本座看2眼就学会了。他才不会说，为了装这破弩，他偷偷在房里研究了2宿，拆了装，装了拆，连手指都被零件划了到小口子。是，您老人家最聪明了，真是傻不拉屁，给我露了一手。你就不能有点素质？我的素质只对人，不对狗。啊？有本事大点声，再说一遍。哎，没，我是夸您呢，您老人家这本事啊，简直是神仙放屁。不多凡响。哼，你这夸人比骂人还脏。我总觉得自从花小姐来了后，我家主子好像越来越幼稚了，跟人斗嘴的样子活像个抢不到糖的小孩，哪儿还有半分清风明月的国师模样啊？波惹瞅着从国师府回来的花锦月，总觉得他有点不高兴。姐姐，你不开心吗？是不是被坏人欺负了？没有，就是被个讨厌鬼给气着了。姐姐说的不会是国师吧？嘘，这是咱俩的小秘密，可别跟外人说啊。姐姐，告诉你个秘密，我听说国师最讨厌桂花香了，你明天去他家涂满桂花油，保准他躲你躲得远远的，连靠近都不敢。嘿嘿，师傅你等着，让你不让我吃糖，还罚我抄经，这次先让你吃点桂花的苦。真的假的？这招管用吗？姐姐试试就知道啦。那就听你的，嘻嘻。第2天一早，花锦月把波惹的妙计执行得淋漓尽致，往头上抹桂花油时，被香味呛得直打喷嚏。要的就是这效果，今天就让沈余年见识下桂花炸弹的威力。果然，他刚跨进国师府门槛，下一秒他猛地捂住口鼻，唰的抬眼看向笑得一脸不怀好意的花锦月。国师大人早上好啊，我今天特意紧接着外面就传来了惊天动地的干呕声，那动静好像要把5脏6腑都吐出来。原来这老狐狸真的怕桂花香，这反应也太夸张了吧。哎，国师大人，您这是咋了呀？是不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啊？小女子略懂医术，要不我给您看看啊。你别过来！哎呀，你这到底是咋了呀？盯着他那身绣着云纹的白衣服，眼睛一亮。
跟印年画似的，啪嗒啪嗒连印3个油乎乎的手印。让你装，这下成斑点狗国师了吧？花锦月，你别碰本座！主子，你没事吧？要不要去后院透透气？花锦月，你明天再敢抹着东西过来，本座要你好看！还是他家波波厉害，终于抓着沈玉年的软肋了。以后这老狐狸再敢跟他逼逼赖赖，他就用桂花香把他熏到怀疑人生。果然，沈玉年被这香味吓得一上午没敢露面。这边，该死的女人，她怎么会知道我讨厌桂花香？知道这事的人，一只手都数得过来。除了我的护卫，就只有……哼，不会是我那蠢徒儿把我给卖了吧？好啊，真是好得很。这漏风的小棉袄，我的孝顺好徒儿，等着小崽子回来后，非得罚他抄100遍金刚经，再把他藏在佛像下的糖全没收。啊，怎么回事？为啥觉得屁屁凉飕飕的？难道是师傅在想怎么揍我？嘿，今天这主意超棒的！要不等下再跟姐姐说个师傅怕痒痒的秘密，这样下次师傅再凶我时，姐姐就能帮我治他了。花锦月和渊儿领着般若去了市场。鱼好活泼呀，叔叔能抓到这么大的鱼，真厉害。波波想吃什么素菜，姐姐给你做。想吃姐姐上次做的炸蘑菇，还想吃姐姐做的萝卜丸子。好好好，姐姐今天不仅给你炸蘑菇和香香的炸萝卜丸子，再给你炸个薯条，蒸个糯米糕，裹上豆沙，甜滋滋的，包你喜欢。嘿，姐姐最好啦！正往回走，般若突然哎呀一声停住脚。怎么不动啦？是觉得鸭鸭看起来很美味，想吃卤鸭、烤鸭还是酱焖鸭呀？鸭鸭那么可爱，毛茸茸的还会叫，怎么能吃鸭鸭呢？姐姐坏。好好好好，姐姐坏，不该说吃鸭鸭。那你跟姐姐说一说，盯着鸭鸭看这么久，是喜欢它吗？我想养它们，它们好软，我想每天喂它们吃饭，把它们养得胖胖的。但是如果姐姐觉得麻烦也没关系的，我就是想想。想养就养啊，跟姐姐还客气什么？真的可以吗？姐姐不觉得它们脏吗？不脏啊，咱们可以给它们搭个小窝，每天帮它们打扫，还可以给它们洗澡，把它们养得干干净净的。谢谢姐姐，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丫丫的。那就养呗。耶！小姐，我也想养点东西。你想养什么？我想养母鸡，到时候咱们家就能吃上鸡蛋了。行啊！般若开心坏了，开始四处操练他的4只小鸭子。黄甲，你再乱跑我就不理你啦！黄姨，你给我回来！黄饼，你怎么能往我的鞋子上拉粑粑？黄丁，我要被你气死啦！你怎么能去泥坑里打滚？你们再不乖，信不信我打你们？姐姐，姐姐，小鸭子欺负我。哎，不哭不哭啊！波波别哭了，姐姐有个办法，将小鸭子的脖子上拴上绳子，这样就不怕它们到处乱跑啦。那晚她回家跟她家男人提了这事儿，她男人也觉得应该先领养个孩子，最好起名叫招娣。听说这招特管用。波波那孩子长得漂亮，一看就是福相，
若是他真的能将她领养回家去，铁定能给她带来好运气。一个没成亲的大姑娘，居然要养一个男娃娃，可真不要脸。桂花儿，你不烧火，在看什么呢？渊儿听到敲门声，欢欢喜喜的去开门。咦，钱掌柜，你怎么来了？我来你家蹭饭呀，怎么不欢迎啊？娇姐大驾光临，我们自然是欢迎的，请进请进。还是你对我好？那是，咱俩天下第一好。啊，我咋感觉我家小姐被这个钱掌柜给带坏了呢？呸！你家小姐那是天赋异禀，还不知谁带坏谁呢。要不让她给你开个黄腔，让你们见识下她的庐山真面目。给你带了香满楼的醉春酿，一会儿尝尝。哇，这香味绝了，还是你懂我啊。那是，你不说咱俩天下第一好吗？那我可就盼着你常来，我瞅着你这一坛子酒啊，比我满桌子的菜都金贵。谈钱伤感情，哟，还真是上午小奶狗，下午小狼狗呀。别胡说，那都是我哥哥。我还以为你真的那么能耐，左拥右抱呢。哥哥们长得真俊。华星辰和秦州被这直白的夸赞说得脸一红，拘谨地站了起来，手都不知道往哪放。吃饭喽，吃饭喽！人家摔头了，要姐姐呼呼才能好。哈，姐姐的魔法来喽！痛痛飞走，好了，波波没事啦。谢谢姐姐。这小娃娃哪捡的？也太招人疼了吧！路边捡的啊。那条路，快指给我，我也去蹲一个。可惜了是个小和尚，这长相要是长大还俗了，得骗多少小姑娘的芳心哦。喂，别带坏我家娃啊！我们波波可是乖宝宝，才不会长成渣男。你说你一个没成亲的黄花大闺女，养什么孩子？不如送给我，我帮你带。说的好像你成了亲似的，咱俩都是光棍，谁也别笑话谁啊。我能一样吗？姐就没打算成亲，原本还想找个长得俊的，打晕了借个种，将来好有人给我养老。不过我瞅着这小东西挺好，你要是给我，我就不用费劲儿借了。哎，好主意啊！娇娇姐，你可真是个大聪明，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完了，来不及了，这孩子已经被带坏了。所以啊，波波我可不能给你啊，我还得要留着他给我养老呢。完了，我这创意被人抄了，这小丫头太阴险了。以后别叫姐姐，叫娘。啊，不过好像也没毛病，是娘也是娘。别胡说！啊，差点忘记了，家里还有个小古板哥哥呢。不多时，因为有钱娇娇这个未婚女子在，花星辰和秦州坚持要分桌，带着小般若坐在了旁边的小桌子上。小丫头可以呀，这手艺开个酒楼都绰绰有余，到时候姐姐天天来给你捧场。另一边，小般若的目光死死地粘在了花星辰面前的红烧肉上。师父为啥要让我当和尚啊？要是还俗，天天吃肉肉多好啊！虽然姐姐做的素菜也好吃，可跟这红烧肉比起来，简直差远了。哥哥，我也想吃肉肉。你不是和尚吗？能吃肉吗？我现在不在寺庙里，算还俗了，可以吃肉肉的。师父要是知道了，会不会罚我抄100遍经文啊？可肉肉实在太诱人了。哎，不管了，先吃了再说。想吃就吃吧。谢谢哥哥。
真香，比梦里的还要香。可还没等他尝出太多味道，突然觉得胃里翻江倒海的难受，眼前一黑，扑通一声就往旁边倒去。失去意识前，小和尚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我被肉肉给毒死了。波波，怎么回事？怎么好好的成这样子了？我也不知道啊，他就吃了一块红烧肉，刚咽下去就倒下了。我这就去叫大夫。花锦月赶紧从怀里摸出个小瓶子，拔开塞子就往小般若泛青的唇缝里灌。你们都围着我干嘛？我的头好晕啊！醒了，波波没事了吧？谁让你贪嘴吃肉肉的？怎么啦？我就吃了一块肉肉，然后就天旋地转了。难道师傅说的是真的？我天生就跟荤腥犯冲，是做和尚的命。姐姐，我真的不能吃肉肉吗？那我以后还能娶媳妇儿吗？还想着吃，刚才差点把我们吓死。以后别说吃肉，连看都不许看。知道了，以后再也不吃肉肉了。好啦，别难过了，姐姐带你回房躺会儿，好不好？去吧。放心，姐姐能做出比肉肉还香的素肉、素鸡、素鱼，改天给你做一大桌，让你吃个够。好，那我跟离生姐姐回房了。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咚咚的敲门声。你找谁？我找秦桂花。好，秦大姐，有人找你。哎呀，准是我家大壮来接我了。别理他，他就不是个好东西。姐夫来了，吃晚饭了吗？要是没吃，就留下垫垫肚子再走。那我就不客气了。进了屋，娘，哼，我们这桌都吃完了，这些你快吃。嚯，这秦大姐可真会来事儿啊！王婶子还没放下筷子呢，就把菜都端给自家男人了。秦州实在看不惯刘大壮那副嘴脸，砰的一声放下碗，转身就出了屋。刘大壮毫不在意，嗤笑一声，一屁股坐在华清晨旁边，拿起筷子就往嘴里扒饭，动作粗鲁得很，饭粒子溅得到处都是，有几粒还精准地落在了华清晨的碗沿上。还好我已经吃饱了，要是跟他凑一桌吃饭，怕是一口都咽不下去。哎呦，月儿妹子，你家这菜真是绝了！我要是能天天来吃就好了。当家的你尽管吃，不够我再去给你盛。哎呦，跟800年没吃过饭似的，丢死人了！哎，大娘别气。鱼儿妹子，那个，你把我的工钱结一下吧，我明天就不来了。怎么突然就不来了？是哪里不满意吗？不是的，月儿，我家最近杀了3头猪，大壮一个人摁不住猪腿，非得喊我回去搭把手。啊，那赶巧了，这点银子你拿着，这些日子多亏了你帮忙，往后家里有难处尽管跟我说。毕竟是秦大娘的闺女，当年她家最难的时候，秦大娘没少帮衬他们，这份情得记着。至于秦桂花爱贪点小便宜，没少往家里带东西的事，花锦月向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特意多添了2两银子。谢谢月儿，当家的快揣好，别掉了。妹子，听姐一句劝，这2口子可不是省油的灯，看着老实，一肚子小算盘。他走了才好，不然早晚给你惹麻烦。我回去了。大娘，你可别放在心上啊。娇娇她那人呢，就长了个破嘴，啥都瞎说。我没多想，他走了更好，在我眼前晃得我心烦。
沈余年刚听说般若竟然吃肉了。你说什么？般若吃肉了？花景月疯了不成？主子您先别急，般若小师傅没事儿，花小姐不知道给他喂了什么好东西，小师傅吃完立马活蹦乱跳的，一点事都没有。你说他没事？怎么可能？般若的族人天生不能沾荤，吃了肉，轻则呕吐昏迷，重则小命不保，怎么可能一点事没有？估摸着是小师傅就尝了一口，没咽下去。按卫说，傍晚还看见小师傅在院子里面遛小鸭子，跟大黄狗追着跑呢。活该，让他成天惦记吃肉，这回该长记性了。小东西，就是欠收拾。什么小鸭子？是花小姐给小师傅买的，小师傅喜欢的紧，还给鸭子起了名字，叫黄甲、黄乙、黄丙、黄丁。直接报我身边4大护卫的名字得了。这小东西是真不怕露馅儿啊！还有花景月也是个蠢的，就没怀疑平时的精明劲全用在跟我身上了，玩物丧志。那花景月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小东西这么黏他？岂有此理！这孩子真是白养了这么多年。今天厨房做的什么狗屁东西，怎么这么酸？怎么了这是？我今天有一点点伤心。那怎么办啊？六姐姐做什么才能安慰你幼小的心灵呢？我今晚能不能让姐姐陪陪我？姐姐香香的，比肉肉还香，闻着姐姐的味道，我就不伤心了。行啊，进来吧。般若没料到这么顺利，生怕花景月反悔。波波啊，要不要看看姐姐新养的宠物？好啊好啊，新宠物在哪里？当当当当！花景月故意卖了个关子，然后唰的从怀中掏出一条碧绿的小蛇。妈呀！哎，别怕别怕别怕，小绿不咬人的，特别乖。信不信我让他给你表演个拧麻花？切，神他娘的拧麻花，亏我家主子想得出来。我是条蛇，不是根油条。长这么大，没听说过有人把蛇当宠物的。姐姐的爱好也太特别了吧！小绿，快啊，给波波表演一个，快！哇，姐姐，你是会魔法吗？也太神了吧！果然，没有什么是姐姐办不到的。这算什么啊？小绿还会表演盘成屎、倒立，还能自教自己。神他妈的盘成屎，没文化真可怕！就不能整点好听的词吗？天天屎尿屁，我一只蛇怎么倒立啊？还自己咬自己，我是失心疯了吗？还是饿疯了？主人真是上来那股疯劲，什么都能咧咧得出来。至于小绿，在花锦月的淫威下，他被迫营业到怀疑蛇生，屎也盘了，立不起来，靠墙也得立，最后还不得不表演个自己追自己尾巴咬的戏码。第二天，花锦月再去国师府时，可没敢作妖。不就是整蛊他一下吗？至于这么生气吗？瞧那眼神，有点像是要杀人呢。我家主子向来是喜怒不形于色，不过自从遇见花锦月，这情绪就多了。难道花锦月真的是我家主子的克星？本以为小东西贪玩，过几天就会哭哭啼啼的跑回来，谁知道这次玩野了，家都不回了。沈余年这个气呀，有种自己辛辛苦苦的养大孩子被别人偷走的感觉。国师大人，您昨天还好吧？我真不知道你讨厌桂花香。你看啊，我今天就没涂，我以后也不会再涂了。
本来想等着你组装完这些连珠弩，就要再奖励你500两。如今，你还是别做梦了。我的500两，早知道昨天就不整蛊他了。该死的妖僧，怎么那么小心眼儿，一点小玩笑都开不起。国师大人，别这样子嘛，人家昨天真的不是故意的。闭嘴！昨日熏得本座头痛，再多说一个字，本座让你赔医药费。花锦月瞬间闭上了嘴，气哼哼的干活。沈余年看着他吃瘪的样子，心里舒坦了。沈余年觉得花锦月有时候跟般若是有点像的，就是那种3天不打上房揭瓦，犯了错误瞬间就装作一副可怜兮兮的小白兔模样，实际上心眼子超多，绝对不能心软，更不能惯着。若是眼神能化成刀子，他一定狠狠地戳他，戳他，戳。哼！花锦月一生气，用力地卡上击阔，一时不没注意，将自己手腹的手夹进去了。该。花锦月直到做完饭走出国师府，还在心疼呢，垂头丧气地向自家的摊位走去。远远就看到一群人，里面还传来气急败坏的吵架声。谁敢上我家冤儿？老娘看你是不要命了！秦大姐，小姐，您可算是来了。秦桂花她不是人。你个忘恩负义的玩意儿，有本事你当着小姐的面说，你到底干了什么丧良心的事儿？你骂谁？这街又不是你们家开的，你说的算啊？许你们摆摊子，不许我摆。好了，别打了啊！哎呀，小姐，秦桂花她狼心狗肺，她竟然偷您的手艺，将摊子摆到咱们对面。她的包子比咱们便宜1文，把老主顾都抢光了。对不起啊，月儿。花锦月的手嘎嘣一声攥紧，眼底杀机凛冽。可是想到了秦大娘，那个明明自己都过得很凄苦，却善良地照顾他们兄妹多年的女人，攥紧的手指松了松。秦桂花，我待你不薄吧？给你的工钱少了。我也是没办法，我男人腰疼的下不了床，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这钱与其让外人赚，不如让我赚啊！咱们好歹相识一场，你就当帮衬我了。你把摊子摆在我对面，偷我的方子，抢我的生意，这叫帮衬？秦桂花，我拿你当人看的时候，你能不能装得像点儿？你怎么能骂人呢？哼，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你没猪吃得多，没猪跑得快，原来你猪狗不如啊！好歹大家相识一场，你小时候可没少去我家蹭饭，我不过是在你对面摆个摊子而已，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呢？给谁摆脸色看呢？你什么货色，我就什么脸色。滚，离我远点，要不然我让你知道一下后悔这2个字怎么写。秦桂花，你跟他们磨叽什么呢？还不快滚回来，我这里都忙不过来了。来了，小姐，咱们就这么让他走了？你就应该像揍冯志文那样，给他点颜色看看。我不想让秦大娘为难，这件事你们谁都别告诉她。傍晚时分，花星辰、秦州放学路过摊子时，秦桂花，偷人家方子，抢人家生意，你还要不要脸了？你他妈的敢砸老子的摊子，老子今天打死你！别打了，再打要出人命了！秦州！就在这时，一只手突然攥住了刘大壮的手腕。小贱人，松手！信不信我连你一起做呀？秦州则怀疑花锦月莫不是跟国师学了功夫，看起来好酷，他也想学。别打了，别打了！
我错了，求你高抬贵手，饶了大壮吧。松手！秦桂花，你没听见是不是？臭娘们儿，砸老子的摊子，你还敢动手打人？信不信老子让顺天府抓你？我看谁敢抓永明侯的嫡女。相公，你没事吧？滚！都是你这晦气的玩意儿惹的祸，活该！周儿，你这是干啥去了？你不好好学习，你怎么能跟别人打架呢？你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你还说都怪你，我就说秦桂花是白眼狼，你别帮她，别带她来月儿妹妹这里，她求你你就心软。现在好了，她学会了手艺，在月儿妹妹对面开了一个包子铺，来抢生意了。好了，秦昭，你别说了。星辰，周儿说的是真的吗？大娘，事已至此，您别老生气，身子要紧。我知道了，星辰，这事儿是我家桂花不对，我得给月儿一个交代。大娘，你去哪里啊？大娘，你回来！花锦月怎么都没想到，他就着急上了个茅房。回来时，家里就只剩下渊儿和一脸蒙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小团子了。怎么啦？刚才秦州将秦大姐的事儿告诉了秦大娘，秦大娘好像去找秦大姐算账去了。你看家，我去看看。等花锦月追到刘大壮的家，是我没教育好你，秦桂花儿，我该打。我是造了什么孽，养出你这么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娘，你是不是老糊涂了？那花锦月就是个外人，你怎么能帮他呀？死老太婆，赶紧滚，上一边好丧去！信不信老子？你想怎样？好，秦桂花，算我瞎了眼。我当初就不该看你可怜，将你捡回来。娘，你的意思是秦桂花不是我亲姐？周儿说的对，你就是喂不熟的白眼狼。从此我们断绝母女关系，这辈子都别再见面了。娘，你说的是气话是不是？想抢我的生意，就凭你？是大娘对不住你们，大娘没脸在你家待了，明天就不来了。花锦月出来时正好看到这一幕，赶紧走了上去。这可不行。月儿，大娘知道你们都是好孩子，不会怪大娘，可是大娘自己过不去自己心里这坎儿。大娘，你可不能走啊！我已经想好了怎么对付秦桂花，你要留下来帮我，而且这件事情你有责任，不能撂挑子不干。月儿，你真的想到办法了？你可别安慰大娘。明日咱们的摊子肯定忙不过来，到时你就等着看我是怎么收拾他们的。大娘，你们已经断绝了关系了，以后他就跟咱们没关系，咱们犯不着因为外人难过。你说的对。花星辰和花锦月送秦大娘回了家，才向自己家走去。哥哥你放心，你妹妹我啊还有杀手锏没拿出来呢，明天保证让你大吃一惊。哥哥相信你。花锦月忙活完，一开门便看到一个小团子滚了进来。哎呀，你这小东西怎么还不睡觉，在这儿干什么呢？姐姐别难过。谁跟你说我难过的？姐姐，我知道你伤心的，姐姐别伤心，我陪着姐姐。沈余年慵懒地躺在树上，眼底是3分讽刺，3分错愕，3分茫然，还有1分他自己都没察觉的心疼。他竟然也会有难过的时候，
我还以为她不坚不摧，没心没肺。这女人从来都不是吃亏的性格。按照她的性格，今天应该打的那2口子爹都不认识，怎么就轻易放过他们了？沈余年有点没看懂。跟我龇牙咧嘴时，不是挺凶残的吗？跟一个无知妇人倒是心慈手软了。废，都是没用的东西。姐姐，我给你唱一首歌，你就不难过了。好啊。这小子还会唱歌。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噜啦噜啦噜啦嘞。我爱洗澡，乌龟跌倒，呦呦呦呦，小心跳蚤，好多泡泡，呦呦呦呦，潜水艇在祷告。我爱洗澡，皮肤好好，呦呦呦呦，带上羽毛，唱唱跳跳，呦呦呦呦，美人鱼想逃跑。上冲冲，下洗洗，左搓搓，右揉揉，有空再来握握手。上冲冲，下洗洗，左搓搓，右揉揉，我家的浴缸好好做。天哪，这小东西真的是我的开心果，这是想要逗死我吗？想要继承我的包子铺吗？这唱的是什么啊？这小子彻底被花锦院那个小傻子给传染了吧？这么蠢，没救了。不要也罢。包子嘞，比包子西施还便宜的包子，走过路过可别错过呀！真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小孩子不许说这样的话。对不起啊，小姐，我不该在孩子面前乱说。等波波不在，咱们可劲骂。好吧，我是见过小姐骂人的功力的。上次骂国师，骂得比谁都欢。哎，这对面出新包子了。酱肉包是什么肉做的？没听说过，走，去尝尝。你发什么呆呀？还不赶紧喊！包子，包子，包子便宜了，大家别走啊！小姑娘，你这出新花样了。红烧肉做的，免费品尝。还得是包子西施呀，我还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包子。哎，你这包子多少钱一个？9文。是不是太贵了呀？不一样的啊，我家酱肉包子里面没有菜，全部是红烧肉，食材不同。我爱酱肉包包好吃，呦呦呦呦，小心里面好多肉肉，呦呦呦呦，我爱2包好香香，吃了饱饱唱唱跳跳，呦呦呦呦。漂亮姨姨买包子嘛，吃了我家的包子皮肤会更好哦。可爱的小姐姐买包子嘛，吃了我家的包子今年能嫁给好郎君哦。奶奶买个包子吧，吃了我家包子会长命百岁的。沈余年的马车路过这里，挑开车帘，也不知那丫头到底对我徒弟用了什么药法，将他迷得头晕脑胀。姐姐，你在看什么？没什么。居然是沈余年的车子，他来做什么？天啦噜，是师傅的车，要命了！他不会看到我了吧？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师傅是瞎子，看不见我。你真是我孝顺的好徒儿。我就没见过这么灵活的小胖墩。哎，波波，你怎么往车底下钻啊？没啥，我捡到一个漂亮的石头。好险好险，我真是太厉害了，没有被师傅发现呢。姐姐，我好舍不得你。放心吧，
姐姐会永远和你在一起的。若是月儿姐姐嫁给师傅做我师娘，那是不是我们就永远不用分开了？哦，我真是个大聪明。几天下来，花锦月的摊子不但收入没有减少，哎呦喂！开始了，我要拿个小本本记下，跟我家小姐混，胜读10年书，以后骂人绝对不会输。秦大姐，人家一直有点好奇呢。你好奇什么？好奇你是怎么保养的皮肤啊？你到底是怎么把它养得那么厚呢？针扎不透，堪比城墙。嘴欠，我就不该问，就知道这小傻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哼！秦大姐，你咋不说话？我骂你，你没听见吗？那咋整啊？要不我磕你背上？小傻子，你是不是有病啊？哎呀，你说对，我自从得了精神病啊，整个人都精神了。你个傻！嘿，你说话那么好听，上厕所一定擦过嘴吧？相公，他骂我吃过屎，这都被你给听出来了。谁说秦桂花脑子不好使的？这不挺聪明的吗？滚开！谁让你惹他了？小傻子，我跟你拼了！嗷的一声狼嚎，原本乖巧趴在树下的小白忽然扑了过来。啊！救命啊！大壮救我！乖。哎呀，真是的啊！和人接触的时间越长，我就越喜欢狗。狗永远是狗，人有的时候啊，真不是人。狗的，世界上你最狗。最后还逼着秦桂花去找他娘要酱肉包的配方。娘，你怎么在这儿？娘，请你救救女儿吧，女儿要被大壮给打死了。我们已经断绝了关系，你的事与我无关。娘，你不能这样，你将我捡了回去就不能抛弃我，你得帮帮我呀。我是欠你的吗？娘，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女儿现在过得实在太苦了。自从花锦院见人又弄个什么酱肉包，我的生意就越来越不好了。再这样下去，女儿这摊子早晚要黄，大壮会打死我的。娘，女儿求求你，再帮我一次好不好？帮我偷酱肉包的配方。秦桂花，你疯了吗？娘，你放心，等女儿赚了钱，一定会好好孝顺你的。花锦月不过是个外人，她能有女儿对你好吗？娘，你居然打我！你给我滚！他不明白，他从小教秦桂花识字，教她礼义廉耻，为什么她还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别再打月儿的主意，也别来找我，我不是你的娘。好啊，你个老不死的，心这么狠是不是？你这是想把我往绝路上逼呀？信不信我弄死你？一道黑影突然从暗处窜了出来，一脚将他给踹飞了。你要干什么？干什么？本来老娘没将你这臭虫放在眼底，想着你呢逗逗乐也挺有意思的，没想到这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硬闯。老娘看你这手啊，是不想要了。从明天起，别再让我看到你们两口子，下次老娘绝不手软。玉儿，我错了，我们这就滚蛋，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到了秦家，好了，孩子，你回去吧。今天的事，谢谢你了。大娘，忘了那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吧，以后月儿给你当女儿，你就是我干娘。干娘，别难过，你难过月儿也会难过的。干娘，月儿想吃你做的大饼子，想喝你熬的白菜萝卜汤，
月儿喜欢干娘缝的鞋子，想将来生了宝宝之后，让大娘给我带孩子，我们才是一家人，犯不着为了外人难过。好，好，好，干娘明天就给你做大饼子，给我的月儿熬汤喝，以后给你带孩子。月儿说的对，不相干的人还是忘了好。终于将秦大娘逗乐了，花锦月才去了国师府。你还知道回来？哎，这咋听起来像是幽怨的小媳妇儿呢？那要不哄哄？生气啦？对不起嘛，是我不好，不过我真不是故意迟到的。刚才路上撞见了只不知死活的臭虫，跟他狠狠地打了一架。打架？你确定是打架，不是单方面把人家拆成碎片？那给你赔罪的。什么鬼东西？棒棒糖啊！你。沈余年刚要沉脸发火，舌尖却先触到了那层甜。每一个颜色味道都不一样，要不死你啊！放心吃吧。再做20个，不，8个，做完就去睡。可话音刚落，指尖的弩箭就当啷一声掉在桌上，他的脑袋也跟着一点一点，最终彻底歪在臂弯里。那双素来凉薄的凤眸里，此刻竟染着几分近乎贪婪的古怪神色。绕到花锦月身边时，居高临下的看了他半晌，指尖先是小心翼翼地蹭过他的手背，那触感软得像上好的暖玉，带着少女独有的温热，让他的呼吸瞬间变重。见他没醒，他终于不再克制，一把将他的手攥进掌心。可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主上，白羽来信了。不是，我咋觉得主子的眼神有点想要刀我呢？我是坏了主子什么好事吗？拿来。哼，太子竟然想让华勋公主勾引本座，他脑子让驴踢了吧？既然他这么蠢，就别怪我将计就计。他挠了挠头，完全没印象自己是怎么从桌边挪到床上的。难道是沈余年良心发现把他抱过来的？他当然不知道，昨晚某个变态对他的手痴迷了半宿。天刚蒙蒙亮，花锦月熟练地翻上花府的墙头，正想往下跳。哎，小姐，您在墙上当猴子呢？嘘，好渊儿，你小点声。我就是觉得这墙头风景好，上来欣赏一下。你猜我信吗？昨晚是不是一夜没回来？哎呀，我这不是跟国师大人学习佛法去了吗？国师大人说我有慧根，想收我做徒弟呢。这事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啊，咱俩可是天下第一好。小姐放心，渊儿嘴最严了，谁都不告诉。哇，小哥哥，你长得真好看。你也好漂亮。小哥哥，你的帽子真可爱。你喜欢就送给你。小姐，我看波波将来肯定是情场高手啊，这么小就会哄姑娘了。可不是嘛，要不咱们问问这小姑娘是谁家的，给俩孩子定个娃娃亲。小朋友，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哎，你家人呢？小桃姐姐，小桃姐姐，你在哪里呀？绵绵找不到你了。哎，别哭啊！你放心，姐姐一定会帮你找到家人的。啊，小姐，怎么回事啊？小姑娘跟家人走散了吗？你跟姐姐说一说，
你叫什么名字啊？你跟谁上街的？都到过哪里呀？我不知道。我叫绵绵，我跟小桃姐姐一起来的。她说要给我买糖葫芦。小妹妹，你别难过，你若是找不到家人，姐姐会收养你的。我就是姐姐收养的，姐姐每天都会给我做好吃的，还给我买了小鸭子宠物，给我做新的帽子。看到那个威风凛凛的大狗没？那也是我家的。若是你能留下，以后咱们就可以一起玩了。我咋觉得波波比我还像人贩子呢？啊，真的吗？有点心动了。怎么办？他也好喜欢这个漂亮的姐姐和有趣的小哥哥，可是想到娘亲看不见他，一定会伤心。小家伙的小嘴又扁了起来，眼看着又要哭了。花锦月赶紧变戏法一样从兜里掏出一个棒棒糖递给他。尝尝这个，姐姐做的，超级甜哦。谢谢姐姐。乖，你就在这儿坐着，哪也别去啊。姐姐这就去帮你啊，找你的家人。小白忽然直勾勾地向一辆马车跑去，嗷的一声吼，马儿瞬间吓得腿软，惊恐地扬起前蹄，车突然颠簸了起来，车内的传出一声惊呼。眼看马车即将失控，情急之下，花锦月忽然嗖地翻身上马，死死地控制住缰绳，安抚地拍着马儿的头，仿佛跟马儿说了什么。马儿终于安静了下来。